画是紫罗学宫院长的亲笔画，那可是清齐国最顶级的学府，能在其中任教的都是天资卓越的大能级修神者。这幅画虽说只是废稿，但也蕴含深厚道蕴。光是直视此画就让我感到头晕目眩，如何补画？小姐，要不你逃走吧，我留下来跟老爷交代。补完画之前，只要我停下画笔，他就能通过这法阵感应到。就算想逃，又要怎么逃呢？啊？谁？小姐，你救回来的那个人醒了，我把他带过来了。你看，要不要给他安排个什么活计？让他进来吧。小姐，人在这儿了。没想到，这人说是干净了以后，还挺人模人样的。这画虽是残卷，却道韵非凡，似乎作画者自己画至半途，也因境界不足无力完成，真是可惜。咦，此人是在看画？他难道看得懂此画上的道韵？但他看起来只是一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年轻人，说句话呀，杵着干啥？你在看这画，喜欢吗？道韵立意甚高，但显然作画者境界不足，难以完成，有些可惜。切，吹什么？一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能看出什么道韵来？住嘴！父亲给我设下的这道禁制，我曾闯入禁书阁研究过。只要能找到替身替我作画，就能脱身。此人虽然天道力修炼粗浅，但体内还是有天道力修炼痕迹留下的。如果他是替身，一定不会被父亲发现。你愿意帮我把这幅画完成吗？抱歉，如今看来，你是最好的替身人选。可以试试。给。本座刚刚似乎感受到了某种限制法术的气息，他是被人限制于此的。虽说算计了本座，但听那些马夫所言，此人平日里应是心地良善之类，况且还救了本座一次，许是有些许难言之隐，就当回报了这一次的恩情。这人居然真的在作画，落笔倒是有模有样，看着应该在绘画上有些造诣，可惜只是个普通人，如何能续上这画中绝妙的天道意蕴？咱们先走吧，梁叔，让他在这里把画画完。好。实在对不起，这已经是我最后的办法了。就算父亲发现，应该也不会为难于他。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天道力突然如此汹涌的汇聚过来？快看，那边是不是少爷和小姐房间的方向？一定是少爷要突破了。怎么回事？这是……这汹涌而来的天道力，一定是我儿天龙又突破了。来人呐，快将我珍藏的赤龙血身拿出来，给我儿好好补补。是。第99次冲击附灵境又失败了。造物境、附灵境、神通境，这才修神的第一个门槛而已，怎么我试了99次就是突破不了呢？难道我真的没有修神的天赋？不行，以老爹的性格，为了桑家的未来，一定会和易家联姻。如果我不能稳稳压桑天凤一头，就要入赘到易家。男子汉大丈夫，怎能入赘？以丹药之力，我今天一定要突破附灵境！怎么回事？为什么忽然有大量天道力涌过来了？不管了，这或许就是上天垂怜我，给我的好机会，一举冲击附灵境！成了，成了！哈哈哈哈！果然是我儿突破，不愧是我桑城的儿子。如此年纪便突破附灵境，还引动天地间天道力倾斜，此等天资，日后入祭天宗也不是难事。祭天宗，我可以入祭天宗，这是真的吗？
引动天道力倾斜，我干的吗？为父岂会骗你？不过你如今资历尚浅，想入祭天宗，还需想办法进入紫罗雪宫才行。祭天宗可是宗门势力横跨诸国的超级势力，附属于旗下的紫罗雪宫，在清齐国也算是顶级学府了。当然了，以你的资质，肯定没问题的。毕竟这个年纪就能突破副灵境的，在我们天穹城，你还是头一个。那我不用入赘易家了吧？当然，一个副灵境强者，在这天穹城可是很珍贵的资源，怎么能拱手让给易家？你姐姐既然不能成为家族强者，那就要为家族拉拢人脉。走，跟为父一起去看看你姐姐。我让她把紫罗雪宫院长的残卷补全，若是补不全，就要老实嫁人。现在她应该也差不多死心了。好嘞！哼哼，对不住了，姐姐。为了修炼，我牺牲了所有的时间。既然你天赋不如我，那现在牺牲你为家族铺路也是应该的吧？如此，这幅画中的道韵，应当算是补全了。星辰天机图自己有反应了，这法器在召唤本座，先去看看什么古怪。这是星辰天机图内，看起来跟从前的青云山河图多有不同。此地天道力气韵格外浓郁，日后在此修炼，应当事半功倍。是因为这些天道力结晶吗？这是超凡诀，似乎是一门特殊的武技。果然是一套特殊的剑法，其中蕴含的道韵与本座补全的那幅残画十分相似。残画主人作画时，恐怕就是思索着这超凡诀完成的。这画中道韵怎么突然成了这超凡诀？这就是星辰天机图的奥秘所在啊！只需一缕道韵，便能推演完整的法诀，通晓世间一切天机。什么人？现在的你，是杀不死我的。为何先前本座飞升之时，你无故冒出，如今又出现在此处？究竟意欲何为？冷静冷静，你也看到了，我如今不过一缕残魂，寄宿在青龙剑中，是你飞升时的雷劫之力将我唤醒。我看这青龙剑已经完全奉你为主，那我也只好另外找地方安身了。青龙剑似乎也在认可这话。别这么见外，说起来，我们还有共同的敌人，祭天宗呢。祭天宗，当初我差一步就能飞升，你这是？却在最后被祭天三子围攻，失了道果，只能勉强维持一缕残魂，寄宿在这青龙剑上。这本超凡诀，就是当初三子杀我之法，也是祭天宗的镇宗之宝。先前想要杀你那人，正是祭天宗三大天才之一的关山月。此人据说10岁便修出了自己的道，性情张扬跋扈，曾经连挑100域顶尖强者，未尝一败，百战不败。哼！但你若是想要杀他，最需要提防的还是他的父亲关如海。即便在强者如云的神界，祭天宗也是横扫一域的存在。关如海身为祭天宗现任宗主，像清齐国这种小国的国主见了他都要磕头行礼。这些你要是不信，随时可以找人印证。祭天宗的超凡诀是唯一练到极致，能在灵魂上也留下损伤的剑诀。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怎么样？要不要联手对敌？区区祭天宗，还配不上要本座与人联手。什么？姑且先将你囚在这楼阁中，待本座查验过你的身份，再做下一步打算。
护师臣。接下来就先试试这超凡诀。哼，我倒要看看这个没礼貌的小子能把超凡诀修炼到什么地步。这超凡诀依据剑诀强度不同，共分为10层，能过1重剑意，也算在剑道上有点小造诣。杀几个副领境，小意思。尚未正式踏入修神领域，就能通过3重剑意，这小子天赋还不错嘛。这能过6重剑意，就是在这神界，也可开宗派传授剑诀了。7重，不错，突破9重剑意，此子天资堪称可怖。看来敬天宗是要有难了。若是他今日能连破10重剑意，即便破不了，也足够令人瞠目结舌的。啊，这是未闻，闻所未闻呐！超凡诀，马马虎虎。这些人也不过是剑意的化身，可剑伤仍然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痕迹。看来，那残魂胸口的剑伤，真是超凡诀所伤。这小子的确不好惹啊！又一道光柱，爹，我怎么感觉天道力都在往这边聚集啊？有一股强大的道运，几乎将天穹城的天道力全部吸引过来了。难道天风那孩子真的把那残画补齐了？走，进去看看。哎，姐姐呢？她该不会是逃跑了吧？这画中道运，比起补之前还浑厚深沉了数倍不止，简直补得好，补得好啊！哈哈哈哈，太妙了！老爹，这画怎么了？你看得这么入迷？老爹，你该不会是要突破了吧？感觉来了，老夫要突破造物经了！哈哈哈哈哈！老爹，你都快50了吧？你这是老铁树开花呀！我倒要看看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能让老爹年近50突然突破。这画，哦，这充满灵韵的笔触，这霸道凌厉的道意，这感觉不会错的，我也要突破啦！哟呵，这感觉如枯木逢春呐！我感觉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爹，我看这画中道运可是比之前还强上好几倍，这真是我姐补的？我专程在这个房间里下了禁制，如果有修神者踏入，我一定会感知到。什么禁制？为了让姐姐嫁人，老爹这么狠？没想到啊，你姐姐她这些年居然一直隐藏自己的实力，这次估计是真的被逼急了，才显露实力。那怎么办？老爹，你一直逼着她嫁到易家，她该不会记恨我们，改日报复我们吧？不行，现在就得去把你姐找回来。来人，现在全部人都出去找小姐，一定要把她找回来。要是她不愿意回家，就拖住她回来禀报，等我亲自去跟她道歉。是。待在星辰天机途中，不知道外面的时间，也不知现在是什么情况。外面怎么一阵喧哗？是出什么事了吗？少爷，少爷，一家老爷易长天和少爷易峰在府外求见，但是老爷刚刚出门去寻小姐了，您看是否迎他们进来？易家这时候来人，恐怕也是被先前那阵恐怖的天道力波动吸引来的。先稳住他们，等老爹回来再说。带我去见易家人。是。哦，对了，你把桌上那幅画收好，跟我来。就叫你呢，磨蹭什么？
就叫你呢，磨蹭什么？爸，先看看此间形势。可别把那宝贝忘了，要是丢了，老爹非得扒我一层皮不可。不过，这人刚刚在院里吗？看着也很面生，还不说话，是新招来的哑巴下人吗？都听明白了吗？一定要把小姐找回来。是。老爷竟亲自带了这么多人来搜寻我们，小姐，我们现在怎么办啊？看刚刚桑家的动静，桑天龙一定又突破了。以他的天赋，恐怕要进紫楼学宫也不在话下。这桑家是一定不能回了。我们先离开这里，实在不行，找个客栈先躲几个月。呀，小姐你慢点！哎呀，那不是？快走！快拦住他！是。小姐，我们怎么办啊？事到如今，只能用这一招了。哎，我的剑！都别过来！小姐，爹，女儿从来未曾求过您什么，但易峰此人，品行不端，德行不正，女儿是死也不愿意嫁给这样的人。哼，这件事，这是好商量啊，我的宝贝女儿。只要你以后多画几幅画，爹什么都听你的。您说什么？爹刚刚也考虑过了，如今天龙突破负灵境，你又有这样的天资，你和天龙都是上天赐给桑家的宝物，之前是我不懂得珍惜。爹错了，爹以后都不会再逼你们两个了。现在桑家已经有了实力，也不必再畏惧易家。我们回去找易家退婚。真的？当然是真的，千真万确。这里这么多父老乡亲都见证，我桑城发誓，如果再逼迫儿女结婚，就不得好死。小姐，老爷这是不是脑子坏掉了？有古怪，父亲的态度怎么会突然转变得这么快？难道那个人真的把话补全了？桑城怎么还没来？说好今天定下婚事，桑家这是什么意思啊？哎呀，易老爷您不要急，要不我先让人把姐姐的生辰八字拿来，您先相看相看。不用相看了。哦，不好意思，易老爷，我们桑家今天要退婚。找到了，太好了！看来他没被爹爹责罚。退婚？桑家主，你说话之前可要过过脑子，想想桑家能不能承受退婚的代价。老爹别怕，我来抵挡。你怎么？异常天应该是负灵境初期，桑家只有刚刚突破的桑天龙能跟异常天一战。这个古玄尘，难道真是他把那幅画？那个，可以把这个画给我看看吗？给。好重！这画道运不凡呐，桑家怎么会有这种宝物？糟了，这宝贝可不能让易家人盯上。天凤，长辈们说话，你捣什么乱？天龙，去把画收好。是。桑家主，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来你桑家做客，连幅画都不让看。还好我动作快。哎呦喂！看来天龙贤侄最近疏于修炼呢，不然怎么连一幅画卷都拿不起来了？好画，好画呀！下笔流畅自如，似乎蕴含纯正自然的天道韵律，让老夫好好看看。怎么回事？区区一卷纸，怎么会比万斤玄铁还要沉？我竟然也拿不起来！不行啊，不能在这里丢脸呐！
这老匹夫装的哪门子蒜？这画卷连傅灵镜中记的桑天龙都拿不起来，方才却被他轻易拿在手里。看来这幅画多半就是他补全的，没跑了。而且，此人很有可能是一位隐藏实力的绝世高手。易老爷拿不起来的话，就不要勉强了。我先让侍卫把东西带下去，我们还是好好谈谈退婚的事情吧。麻烦你把画卷先拿去老爷书房吧。好。连我都拿不起来，区区一个侍卫怎么可能？你竟然有什么问题吗？这怎么可能？此人看似毫无修为，但方才桑天凤对他的态度完全不像是对待下人，而且神情从容傲慢，怪不得桑家敢在这时候提出退婚。此人怕不是桑家请来的绝世高手。既然要商议退婚，那就先聊聊吧。探明这强者底细之前，还是先不要惹恼桑家。天凤这孩子怎么对一个下人客客气气的？这下人长得还挺不错，该不会……不行，以天凤的天赋和我桑家人的身份，怎么能下嫁给一个下人？拿画的那个，给我站住！你在叫本座？没看见客人杯子的空了吗？还不快去给客人满上！听到了吗？快去给客人倒茶！老爹突然发什么神经？这么看来，桑城这老贼好像还不知道此人的实力。早就听闻天凤此女心善，时常救助路边的伤员。近日似有听闻，他又救了某人。看来桑天凤与这高人之间的事情还未告知桑城。既如此，不妨趁此机会从中挑拨。喂，你没听见叫你倒茶吗？我易家要是有你这样的下人，早就家法伺候了。桑家是怎么管教下人的？放心吧，老爹，刁难桑家我在行，肯定把场子找回来。哎呀，这逆子！易公子说的有理。来人呐，把他拖到殿门，先罚20鞭吧。是。什么？若是本座今日就不领受这个罚呢？他怎么敢这样跟老爷说话？真是疯了！看来真是老夫这些年对你们这些下人太好了，才叫你们如此缺乏管教。爹，他不是。岳父莫急，我来替岳父教训一下这个刁婆。桑天凤这该死女人，当众污蔑，居然如此维护一个下人，万世的私情，可恶当面惨烂他情郎的脸。如此仗势欺人之辈，杀他都脏了本座的手。风儿，好险！若不是身上这件神器级别的金丝护甲，恐怕我这条小命就交代在这里了。桑家主，我想请问一下，这莫非就是桑家的待客之道吗？这家仆是修了什么剑技，威力竟如此巨大，竟一招打退了易风，现下可如何是好？爹，我有话要跟你说。爹，那幅画不是我做的，而是……什么？怪不得此人一指就能击败易风，原来这位才是真正的隐藏高人。爹，你在干什么？这种顶撞客人的刁婆，直接赶出去就是啊！看本少爷今天不教训他！孽障！哎呀，有你说话的份吗？爹，你打我干什么？下去！哎呦，别给我惹祸！已经做了的事情就算了，现在我可要把握住了，千万不能再得罪高人了。桑家主这是什么意思？
莫非是承认桑家小姐与这家仆的私情了？若是如此，那就按照当年的约定，便由桑天龙入赘我易家，来完成跟易家的联姻吧。啊！怎么就扯上我了？这……莫急。哼，今日两家的人既然都在，那就趁着这个机会把话说明白吧。跟易家的婚事，我桑家不奉陪了。无论是天龙还是天凤，都不会跟易家结亲。这么说，桑家这是要跟我易家撕破脸了？是又如何？如今我桑家也有了副灵境强者，你还以为你易家是天穹城霸主吗？虽然话不是天凤做的，但这位高人与天凤关系匪浅，又是天凤救回来的。要是易家敢对桑家动手，想必高人不会见死不救。好，很好。既然如此，桑家一定已经做好了与易家为敌的准备吧？这就是易家的镇压之道吗？身后那神锤虚影，想来就是镇压道的化身吧？易老爷都已经副灵境了，我们老爷才刚造物境，真叫人紧张啊！爹，我来助你。同样是副灵境，我也不会输给你。少爷身居先祖神根，年纪轻轻就突破到了副灵境，如此天资，拜入紫罗学宫更不在话下。那我们桑家也不必畏惧易家了。还想进紫罗学宫？哼！既然得罪我易家，那我今天就将你修为废去。就凭你也想进紫罗学宫？突破副灵境以后，这还是我第一次与人对决呢。易老爷子原来也不过如此啊！哼，小子，别高兴得太早了。此乃我易家祖传的养魂玉简，里面蓄养着我易家先祖的一缕残魂。真神的残魂，用来对付你小子，也算你三生有幸吧。那是什么？哼，小子，你刚刚不是很狂吗？现在跪下求饶，说不定我还可以饶你一命。嘿嘿。哼，少爷小心！哦，这残魂还算有点意思。快上，给我挡住！爹，救我呀！爹，我不想死啊！居然舍得拿出此等宝物，易家老狗看来是诚心要我桑家绝后啊！恐怕只有请这位高人出手，才能渡过此次难关了。这位高人，可以拜托你救救我弟弟吗？哼，本座倒是正想会一会这所谓的先祖残魂，瞧瞧他到底有什么本事。好澎湃的剑气！如此强盛的气息，那个家仆怎么会这么强？爹，这可是我易家真魂境老祖留下的残魂，居然被一个家仆一剑切碎，这怎么可能？爹，你没事吧？没事，就是先祖残魂被灭，遭到了一点反噬而已。易家主，今天是你对我而下死手在先，你若是不给个交代，这可说不过去吧？反正桑天龙那个臭小子不是没事儿吗？你们无故毁约，都还没给我们一个交代呢。若不是这半道不知从哪儿杀出来的小子，桑家哪能跟我们叫板？方才遇见残魂之力，我还留了一缕。若是能以夺舍之法控制住此人，想必桑家就会乖乖就范了。已经迫不及待想看桑家人跪地求饶的样子了。哼，这点本事也敢偷袭本座？什么？正好，这戏本座也看够了。爹，竟敢杀了我爹！给我等着！我易家绝不会放过你们的！嘿，你还敢放狠话？有本事别跑！
行了，就你那点本事，还想将人赶尽杀绝？这位公子不知怎么称呼？对啊，爹，这人到底是谁啊？放尊重点，叫公子。你姐刚跟我透过底了，那画不是他画的，真正的作画人是这位公子。什么？公子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们提呀，我们桑家人最热情好客了。是呀，是呀。倒是正好想打听一下紫罗学宫的事情。本座名唤古玄尘，有些事情想要问你们。您吩咐。一副狗腿样。本座一直听你们说紫罗学宫，有关这个学宫，你们知道多少？全部道来。我知道的最多。紫罗学宫是祭天宗的下属学宫，学宫的老师多是祭天宗的外门长老。若是在学宫表现优异，就有可能成为祭天宗的弟子。紫罗学宫不公开对外招生，如果想要拜入紫罗学宫的话，只有在当地打出名气才行。紫罗学宫会亲自上门收徒。这么说，若想接近祭天宗，这紫罗学宫是非去不可了。那是什么？天上有个人来了，是紫罗使者。紫罗使者上门来收徒了。紫罗使者。昨日是何人在此突破？少爷，紫罗使者是为你来的。我们桑家要出紫罗学宫的学生了。昨日突破的是我。这下桑天龙进了紫罗学宫，未来我跟他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了吧？这就是紫罗学宫负责收徒的使者。如此年纪能有副灵境的修为，资质不错。凭此令，到紫罗学宫报道，1个月内未出现视为放弃，终生不再录用，只可带1名随行下人处理闲杂琐事。多谢使者，多谢使者。我桑家终于后继有人了。这位姑娘，可否抬头让我看看？我吗？药香萦绕，乃丹道之心，不错。你也接令吧，择日到紫罗学宫报道。爹，我也可以去紫罗学宫。不愧是我桑家的女儿。这2人资质都还不错，可以为学宫增添新鲜血液。哼，这个人身上隐隐有天道力的气息，但仔细感受，却没有修神的迹象。此人有些蹊跷，不如试上一试。这是要试探本座？难道本座还怕了你？什么？此人没有修为，却能有如此战力，竟然能伤我？难道是桑家的门客？真是可怕。看来这家人真是不简单。等入了学宫，定要多多关照才是。我先行一步，日后紫罗学宫再见吧。恭送紫罗使者。如今尚且不知祭天宗的真正实力，先按兵不动，调查清楚后再杀他个措手不及。公子多半是对紫罗学宫有意的。若是我和天龙去到紫罗学宫以后，家中无人，只怕一家会迫害桑江上下。公子可是对紫罗学宫有意，若是公子不嫌弃，我的这块令牌可以赠与公子。姐，你要把紫罗令牌送人？天凤虽有几分丹道的天赋，但修神的天赋不足，未来前途有限，倒不如以此与高人交好，寻求庇护。不愧是我桑家的好女儿。天凤自知天赋有限，来日难以庇护桑家，也不想拖累任何人。今日赠与公子令牌，也是希望公子能庇护桑家不受欺凌。按照桑家人所说，紫罗学宫不公开收徒，错过此次机会，还不知要到哪里去寻找机缘。既然紫罗使者将令牌给了你，那便是你的，
本座做你的侍从，进入紫罗学宫即可。啊，可是那一家，本座替你们灭了便是，如此，你也不再有后顾之忧。多谢公子。太爷爷在上，今日桑家欺人太甚，不仅悔婚在先，还打伤我父亲易长生，废去他一身修为。曾孙易峰恳请太爷爷出关，替易家讨回公道。桑家竟如此不将易家放在眼里，看来是老夫闭关太久了。太爷爷，带老夫去会会桑家。你都什么年纪了，怎么还在造物境？真是丢我易家的脸！太爷爷教训的是，我以后一定加倍刻苦修炼。那我们现在就去桑家。不必麻烦了。本座今日便站在这里，要找桑家寻仇，便冲本座来吧。小子倒是有种，就是你打伤了我易家人，可别说老夫欺负你。老夫修行的是侵蚀之道，神通境以下，凡是踏入这毒雾中的，全部肌肤溃烂。侵蚀之道，此道不知能否以剑技相抵，正好试上一试。去！小子见识倒是凶猛，可惜老夫修行的侵蚀之道，最不怕的就是你这样的武夫。再强的武者，只要吸上那么一小口，也要五脏六腑溃烂致死。以天道力点化风之力，先将毒雾驱散。还以为是个不修神的武夫，结果还是能掌握一点天道力的嘛。哎呀，小伙子真是不尊老爱幼啊！不好！在这毒雾之内，没有人能杀死我。刚刚吸了不少毒烟，不知，咦，本座似乎无事。毒雾四处弥漫，几乎覆盖整个易家。此人身为易家老祖，不可能为了这一战就叫易家灭绝，一定有什么方法可以克制毒雾。进入易家的时候，就看到一些家仆举着火把到处奔走，莫非克制此毒的方法便是火攻？什么？一个没有修为的小子，怎么能以天道力释放出如此精纯的火焰？抓到你了！我命休矣！哇！太爷爷，太爷爷，你怎么样？快来人呐！快送太爷爷去就医！你想干什么？别过来！求你别杀我！求求你！签了这契约，以后易家必须为桑家马首是瞻。从今往后，天穹城内，本座只想要听到桑家这一个家族的名字。若敢不从，本座今日便荡平易家。我签！难道易家就要败在我的手里了吗？易家列祖列宗啊，孩儿不孝啊！咦，终于到紫罗城了。听说紫罗学宫自成一城，整个紫罗城便是紫罗学宫。今日一见，果真如此。什么人？有通行令牌吗？两位大哥，通行令牌在这儿呢。我们是来紫罗学宫求学的。各自带上你们的随从，男学员走那边，女学员这边。好，我们这就来。哎，那女弟子怎么带的是异性侍从？不知道啊，不过学宫好像也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应该也不用管吧。姐，古兄可太厉害了，凭一己之力就让我们桑家在天穹城树立了威信。我们桑家祖上3代办不到的事，他都办到了。古兄多半是因为你救了他，才会留在桑家报恩，但恩情总有还完的时候，你要想办法留住他呀。你说的倒是轻松，怎么留？这还不好办，女追男隔层纱，
他又要跟着你去紫罗学宫，所谓日久生情，难道姐你还拿不下他？少给我胡说八道！这就到了。虽然当时把那臭小子臭骂一顿，但我也是希望古公子能够留下的。难道真的只有这个办法可以将人留下吗？好危险！这是怎么会有男人？对不住，我们不是有意的。他是我的伴读随从，我们也没想到一进门就有人在洗澡。本座，我先暂避。站住！你的意思是，这事还是我的错了？不，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再怎么解释，女学里也不能出现男人。等我先斩了这小小的首级，再听你解释。这位姑娘，受死！我叫林倩莲，别等死了都不知道是死在谁的手中。姑娘，此事并非你想的那样。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呀，林大小姐怎么又跟人打起来了？听说是水房停水了，她就去别处打了水，在大堂洗澡。没想到这对主仆突然闯了进来。天哪，那岂不是……你们为什么叫她林大小姐呀？她不是来伴读的随从吗？她可不是什么伴读随从，你也不看看她姓什么。这青罗国姓林的可就只有那一家。据说他是因为年纪太小，进不了学宫，就找了靠谱的人以伴读的身份进入，为的只是提前上学而已。以后我们姐妹俩就吃住都在一起，迟早制霸紫罗学宫。哦，原来是这样。要是一般的随从，哪敢这么嚣张啊？在紫罗学宫招惹人，没点实力可不行。这林大小姐据说10岁就突破了造物境，12岁就到了复灵境。看枪！是青罗国数1数2的天才呢。那这男仆岂不是完蛋了？带男仆入女学，存的什么心思，不用想也知道。这种人，想必也拿不出什么本事来。叫千灵一剑斩了倒好。天哪，怎么可能？居然有人能徒手接下林大小姐的剑！这男仆本事不小呀。那看来带他来的这位小姐也是什么显赫之人吧？该死！本小姐怎么可能输给这种人？本座并非有意冒犯，姑娘也该听完解释再动手才是。此人实力比我想象的更强，难道就这样让这件事过去了吗？千莲，我来助你。我这千丝断，只要缠住了人，便以束缚之法将人禁锢在原地，复灵境以下便无人能挣脱。严姐姐做得好！别打了，这就是个误会。今日我们便联手给这灯徒子一点颜色瞧瞧。好强的劲力！你们没事吧？对不起，今天的事情都是我的错，我也不清楚紫罗学宫的具体情况，我会把它安排好的。都这个时候了，站出来干什么？假惺惺的！我何事在此喧闹？是秦院长，秦院长来了。是秦院长，这下那个男仆惨了。是啊，秦院长素来严苛，最不喜欢弟子私斗，被他抓住的一律都是严惩。对不起，院长，我是新来的弟子桑天凤，此事全因我而起，我没有交代好随行的男仆，小女愿意一律承担，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让开！好像没事。顾公子，你你这男仆确实有些奇特之处，明明没有修为，却能接我一击。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到哪一步。今日之事，绝非本座本意。不过本座亦有疏漏，甘愿受罚，但是莫再没完没了，纠缠不休。这是超凡诀，不好！我肯定是超凡诀。
幸好还有这副神龟护甲在身，挡下这一击应该足够了。什么？能将超凡诀用出这等威力，此人究竟是谁？这以精血为盾的法门虽然伤身，但也没办法了。这样也挡不住，怎么办？难道真的要止步于此？此事本座也有不妥之处，若有什么责罚，甘愿领受。这血盾乃是我10年修为凝聚而成，居然被此人一击击破，能够习得超凡诀，此人怎么可能是一介普通的男仆？莫非和林千莲一样，是隐藏身份以伴读身份入学的高人？私下斗殴，你们3人都该罚，全都跟我过来。院长，这件事我也有错，让我也一起受罚吧。爱受罚，那你就跟来吧。是。我好不甘心啊！别冲动啊！你没看到刚刚齐院长都不是他的对手吗？我看他搞不好也跟你一样，是借着伴读的身份来求学的。谁跟着登徒子一样啊？你看着好了，一会儿我一定要他好看。好好抄书，今天抄不完1000遍，不许睡觉。别想着偷懒，悠悠是看守藏书阁的守护兽，我会让他看着你们的。能习得超凡诀，哪里还需要入紫罗宫学习？怕不是什么前辈之子出来历练？万不可轻易开罪，静观其变吧。顾公子，你受累了，要不我帮你抄吧？无妨，2个人一起，还能早些结束。哼，从来没有人让本小姐吃过这么大的亏，我一定要讨回来。这颗奇巧丸只要打在人身上，就会自动融入人体内，对身体无害，但会让打中部位无端疼痛3月。这下看你怎么办！想要暗算本座，但这手段也太拙劣了。居然让他躲过去了！糟了，闯祸了！悠悠，我是秦灵啊，你怎么了？悠悠，这是怎么回事？守护兽突然发狂了！书架倒了，大家快躲开，别被书架压住了！秦灵，快躲开啊！刚刚那颗药丸，是不是你干的？是我，我本来没想这样的。什么？还不快给悠悠喂解药！是，我这就把他药效解开。小心点！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哼，虽然悠悠不跟你计较，但你伤害藏书阁守护兽，不能不罚。你多抄3000遍，抄不完不许睡觉。是啊，今晚都别想睡了。终于完成了！可恶啊！我帮你一起吧。我帮你们一起吧，多个人会快一点。帮你抄完这3000遍，今天的事就算一笔勾销。哼，谁让你帮？多谢二位。笑笑，就靠我们2个的话，抄到明天也抄不完。你明天还有考试吧？那个一直纠缠你的林奇是不是也在？你就不怕输给他？哼！而且守护兽的事情，你还没跟人家道歉呢，快点！对不起，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好。那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啦。院长再见。终于抄完了，本小姐手都要断了。你们先回去吧。你来
来这里干什么？千莲，我们走。别着急拒绝我，表妹。白天的事我听说了，我可是专门来帮你出气的。你们两个给我站住！哎，喂，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替我的好妹妹出气呀！表妹，为了不误伤你，你就在边上看好戏吧。林七，你又发什么疯？谁让你偷管闲事了？就是你这个奴仆，居然偷看我表妹洗澡。我们已经道过歉了，我们也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老子的女人你也敢乱看？现在把眼珠子抠下来，我就留你一命，如何？林七，我说过了吧，我的事情用不着你管，而且人家刚刚才帮了我，你放了他。这种货色，想对我的伴读下手，经过我同意了吗？离得太近了，现在贸然出手，只怕会误伤到他。你不要欺人太甚了！傅灵镜出奇吗？还算不错吧。我的手！小心！小姑娘就别出来学男人打架，要是不小心伤了你的脸，我可不负责任的。别怕，我的手不痛了，谷公子。这种货色，犯不着本座亲自出手。本座渡你一缕剑气，别给本座丢脸。我一定不会辜负谷公子的期望的。哟，为了一个下人还用上武技了，可惜对上傅灵镜巅峰的本公子，再强的武技下场也只会是一样的。怎么打不动？这……好好享受。干得好啊！只要你讨厌林奇，我们就是好朋友。今天的事就此一笔勾销。没想到你还挺护着下人的，本姑娘倒是对你刮目相看。多谢你。一条狗而已，顺手的事。你们，你有何指教啊？你们等着！敢招惹林家，我一定要你们好看！林家？对哦，刚刚就听他称呼林小姐为表妹。她和千莲确实是表兄妹关系，自从在学院见面后，就一直对千莲死缠烂打，纠缠不休。明明千莲都已经明确拒绝了很多次了。你们放心，这家伙再敢来，我打到他爬都爬不起来为止。不过灵体此人阴毒得很，你们二人近期一定要小心一点，别着了他的道。多谢严姑娘提醒。这琴音似乎蕴含了绝妙的天道韵律，好像是从这边传来的，就是这里了。怎么连修为都没有的废材也想来当妙音院长的徒弟？喂，那边那个刚来的，没看见牌子上写了什么吗？咦，是你？要在妙音琴曲下坚持一炷香，才能成为妙音院长的弟子。要是坚持不住，可是会心神受创的。像你这样没有修为的，说不定会死的哦。能以琴曲创伤人的心神，有趣。本座倒是很想看看，我正为此前来。切，随便你好了，装模作样，反正一会儿你就知道厉害了。他怎么也来了？虽说紫娥学宫之前也有半途被收为弟子的先例，但他也想成为妙音院长的弟子吗？妙音院长，香已经点上，可以开始了。好。此弦以天道力凝聚而成，以天道力波动，只有能领悟到其中道韵之人，方能够听见琴曲声。我已参悟此曲3年，在此弹奏3年，除了静心体悟之外，也是想看看能否碰上有缘之人，使得此曲收为弟子。
始了。从现在开始，要仔细观察学生与琴曲共鸣的情况，一定要守住心神，抵御住琴曲的心神冲击。琴声响起来了，一定是考试开始了。杀！怎么有马蹄声和喊杀声？啊！不要杀我！让我来看看这批学生质量如何。像这种的，就是已经心神失守，开局就退场的。这种虽然没有被攻破，但也坚持不了多久了。哎，这个还不错，应该是目前最有希望坚持过一炷香的了。这是装的吧？这种人我见得太多了，看起来好像完全不受琴曲影响，实际上连琴曲声都听不见，在这装模作样的。时间差不多了，赶紧把这些失败的都赶出去。时间到。以琴曲引动天道力形成的幻境吧，此等栩栩如生，真是精妙，倒是值得本座会会。如此不堪一击。似乎只有旗帜不会复原，而且此幻境中的一切似乎都遵循阴阳之法，与本座曾经修习的阴阳天书有异曲同工之妙。无上神剑，万界炼图，简直闻所未闻啊！没记错的话，当初天池鱼儿有说阴阳天书正是来源于无上神界，不知这其中可有什么关联？不出意外的话，只要将此旗帜插入阵眼，便可破此阵。果然，旗帜就是破除幻境的核心。院长，你没事吧？有人破了我的琴声幻境。什么？居然有人能破妙音院长的琴曲？必须将此人找到。还有你，也可以出去了。琴曲中的天道韵律，本座已经基本参悟，也差不多该离开了。至少没有纠缠不休，还算识相。刚刚是谁破了我的琴曲幻境？什么？居然有人能破妙音院长的琴曲幻境？难道刚刚有高人路过？面对幻境中的精神冲击，光是抵抗就让我用尽全部力气了。居然有人能直接将幻境破去！你是最后留下的学生，他是这一批唯一撑过一炷香的学生。但是，学生自知没有破除幻境的能力。不要妄自菲薄。方才的琴曲，你领悟了多少？且演奏给我听听。那学生尽力而为。弹得不错，以后你便留下，做我的亲传弟子。多谢院长。不过，破除琴曲的肯定不是他。刚才可还有什么可疑之人路过？可疑之人啊？不会是那个人吧？完了！刚刚还有一个人，看起来完全不受琴曲影响，我以为他根本听不见琴曲，已经将他赶出去了。什么？快去把人给我找回来！是。刚刚破除琴曲，也有些收获。喂，你打算把我关到什么时候？我们打个商量如何？你别无视我呀！我有个很重要的消息可以跟你交换，你要是不听，说不定就见不到那个姓桑的小姑娘了。你方才说的重要消息是何事？你可算是来了。那个姓桑的小姑娘现在有危险，不过我劝你还是先看完这个再去。你吸收了那个妙音的琴曲之后，星辰天机图给你产出了这个，你自己看看吧。这是用方才琴曲中的道韵修补而成的功法。这功法与阴阳天书极为相似，似乎很有因缘，但又比阴阳天书记录的玄妙许多。我来试一试。
什么？他竟然瞬间就掌握了！大功告成了，此书不妨就叫做无尽神诀。这小子是自创功法，还是在阴阳天书的基础上？千百万年来也没见得有人敢这么做。这小子是不是有点狂妄过头了？这就开始修炼了。上次已经令他习得超凡诀这样的无上战技，再加上超越阴阳天书的功法，他是要制霸神界吗？而且他都还没有开始修神，为什么能有法相虚影出现？这法相已经越来越凝实了，他该不会今日一举突破法相境吧？天哪，这简直闻所未闻！哦，这就是法相境吗？你方才所说，桑天凤有危险是怎么回事？从实招来。完了，我就是随便称个谎骗他进来，本想趁他修炼功法的时候偷袭他，没想到这小子现在已经这么强了。冷静，请随便应付过去。你先前开罪凌驾，对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掐指一算，对方肯定还会对桑天凤下手。他说的不无道理。今天只有桑天凤一人外出上课，林奇说不定会趁此机会下手，还是尽快赶过去。师傅，这个地方我还想请教一下。师傅，院长那边有事儿，叫你过去一趟。是他？总是麻烦林奇同学四处传话，真是不好意思啊。师傅太客气了，您快点过去吧，这里交给我就可以了。不知道这家伙又想干什么，希望别是来找事。灯笼好好的，怎么会爆炸呢？哟，桑师妹，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回事？头好晕，而且身体好热，是灵气下了毒。差不多了，都出来吧。嘿嘿，桑师妹，你怎么了？你是炼丹中毒了吗？桑师妹，你别逞强了，让我帮你看看我的丹道实力。之前在课堂上你也看到了。头好晕，眼皮好重，坚持不住了。动作快点儿，别被别人看见了。哎呀！我的腿！什么人？来取你狗命的人。什么？是你？小子，就你一个人敢挑衅我们一群人，挺狂啊！你最好祈祷自己有本事一直这么狂。滚开！什么？别杀我！救命！要杀人了！快跑！慌什么？不就断一只手臂吗？想跑？什么？你想干什么？我警告你，不要过来啊！别以为上次侥幸赢了我，就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了！去死吧！就凭你，也配在本座面前放肆？如此下作恶心之徒，你自己选吧，是想断手还是断腿？真是狼狈呀！表哥，救我！长得也不怎么样，庸脂俗粉。把你的脏手拿开！敢对我动手？知道我是谁吗？今天我就让你后悔生出来！这道律似乎与先前在小院里所听闻的琴曲之阵大同小异，不，这威力比起先前琴曲幻境中所见的可差太多了。区区一个半毒随从能做到这一步，真该夸你着实努力呢。不过，想要跟我作对，
你很快就会知道，这将是你做过最错误的选择。这个阵法落在你手里，真是浪费啊！你根本连这阵法1%的威力都发挥不出来。本座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这个阵法的真正威力。什么？这怎么可能？我的琵琶，这可是家里花了几百万灵石专门为我打造的法器，你居然敢这么对我！你知不知道我是妙音院长的新传弟子？只有我一句话，你就得滚出紫罗玄宫，这辈子都别想再踏入！既然如此，那本座现在就将你灭口，便不会有人知道这里的事情。不，等等！我老救我！哼，真是没用的废物！哼，小子，你很狂吗？可惜你惹错人了。放！把他大卸8块，我要看他生不如死！遵命，小子，下辈子可要注意点儿。李家长子岂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也可以冒犯冲撞的？哼，是吗？那本座还真想要冒犯一下。哼，剑倒是不错，把剑留下，我或许可以饶你一命。哼，有本事就自己来抢吧。怎么回事？这小子的剑气居然能破我的护体灵气！不是想要此剑吗？怎么收手了？这是什么武技？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威势？这可是由神兽天蚕的丝线制成的防御神器，即便是寻常法相级强者的全力一击，也不可能如此轻易的将这斗篷撕破。你的实力就到此为止了吗？该死！这天蚕丝斗篷乃林家主亲赐，价值连城。若就此毁坏，回去我恐怕难辞其咎。管不了这么多了，不能再与此子纠缠下去，先走为上。还是禀报了林家，再要他好看。想跑？快走！往里逃！来不及了！都怪这两个废物，屁大本事没有，还到处惹是生非，害得我也一起遭殃。只能豁出去了。法相真身，我就不信这小子难道还能一剑破了我的法相真身？哈哈哈哈！刚刚那道剑气威势那么惊人，还以为你小子有多大本事呢，原来碰上法相连点皮都破不了，真是可笑！什么？这怎么可能？这绝不可能！怎么回事？我没法召唤出法相了，我的法相被一剑湮灭了。你的剑招有问题，难道是超凡诀？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修炼了一辈子，才修炼出这一个法相。但是没关系，只要你能放过我。放过你？手下留情啊！师傅救我！桑姑娘，桑姑娘，你没事吧？我这有医疗养丹，快醒醒！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林奇和他的同伙一起给我下药，想要害我。多亏古公子及时赶到。师傅，别听他们胡说，明明是……你还有脸叫我师傅？师傅，你听我解释，这都是他们栽赃嫁祸。那你如何解释他身上的毒？
这……我可没有你这种丢人现眼的逆徒。从今往后，别让我再看到你。该死的凌风，居然背着我做出如此龌龊下流之事！师父，你不能抛弃我！当初林家为了让我成为您的弟子，可是把10年的收入都拿出来送礼了。放肆！我何时收过你林家的不义之财？我何时收过你林家的不义之财？休要信口雌黄！该死的凌风，自己有眼无珠，得罪了高人，居然还想拖我下水。这种逆徒，还是趁早逐出师门的好。不过，此子乃林家嫡系，若是死在紫罗学宫中，只怕学宫不好交代。可否请您看在学宫的份上，饶他一命？哦，既然如此，那你就签下此奴隶契约，为我效命吧。我愿意。今日参与此事者，全部剥除学籍，驱逐出境，永远不得再入紫罗学宫。先前你说的那位高人，是不是他？就是他，我亲眼看着他完全不受情绪影响。本以为是未经雕琢的璞玉，原来是隐姓埋名的前辈，真是罪过。我居然还妄想收他为徒。方才秦许之阵被破，我虽然受了一些反噬，但也领悟不少。想来应是前辈有心指点，我理应有所表示才对。前辈，先前多谢前辈不吝赐教，这是晚辈的一点心意，还望前辈莫要推辞。你这是？我乃紫罗学宫音律学院的院长妙音，先前前辈破我换阵，令我受用颇深，但我还有一些不解之处，不知可否请前辈再为我弹奏一曲？桑天凤身为学宫子弟，在学宫的地盘上遇到了这种事情，学宫是不是也应该给个交代？前辈教训的是，我会将此事禀报学院里，届时让炼丹院的院长收桑天凤同学为徒。快，将桑同学带去治疗。桑同学，坚持住啊！前辈，林峰从前虽是我的弟子，但我对他在外的行径一概不知。不知今日这般处理，前辈可还有不满意的地方？行了，替本座找一副琴来。快，从我乾坤代州为前辈取琴。天哪，是异象！以琴曲引动天道力，多么自如的境界！快看外面的树，这已经影响到了方圆10里的天道力，这至少是法相境才能够做到的事情。这琴曲比妙音院长的还要精妙。方才突然对天道有了一些新的领悟，本想趁此机会记录下来，没想到灵感转瞬即逝，拿起笔后，那种感觉又朦胧了起来。咦，这琴音是妙音师妹又在修炼了吗？真是刻苦啊！好美的琴音，好精妙的道韵，感觉来了，这次一定能，简直不能更完美了。我感觉自己对天道的理解似乎都达到了新的层次，如果能再多听一会儿，说不定我这多年的瓶颈都能突破。这里距离妙音师妹的住处至少也有10里远，妙音师妹的琴曲如今居然已经能够影响到此地了，看来是修为又有精进呢。这至少已经影响了方圆20里的天道力了吧？而且还能对20里外的树木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树木半荣半枯，恐怕实际影响范围还在50里以上啊！
妙音师妹该不会是要自创天道了吧？要知道，我们几个之所以从祭天宗被外放，就是因为迟迟领悟不出自己的天道。不行，我得去看看。感觉身心都受到了洗涤，要升华了。好美，好美的琴音。师妹，哎呦，可算是找到你了。萧师兄找我有事吗？当然是来恭喜师妹，修为又有所精进了。我倒是的确有了些新的领悟，但还没来得及消化呢。师兄，你怎么现在就知道了？别谦虚了，师妹，你刚才弹奏的那个琴曲，我在我那儿都听见了，这影响范围少说也有50里了吧？啊，为兄真是钦佩不已呀！什么？师兄你那儿都受到琴曲影响了？看样子师妹你一定是刚刚突然顿悟的吧？都还不知道自己琴曲的威力，快告诉师兄，你如今修为几何了？可是悟到天道了。师兄，如果我是我们学院好像混入了一个法相境以上，很可能已经自悟天道的隐士高手，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啊？什么？师妹，你的意思是说，刚才的琴曲不是你弹的？事情是这样的，师兄，我跟你细说。竟然还有这种事情！那个古玄尘现在在哪里？跟他一起的那个小姑娘，现在应该被送去丹月院长那里了，她应该也在。走，我们去看看。此女可有婚配？家人朋友可在？我是他家里安排的伴读，他身上的毒难解吗？此女身中蟾蜍毒，极难根治。唯一能够完全解此毒的七贤丹，炼制起来难于登天。除非能请到祖师级的炼丹师相助，否则……清风，桑天凤此女情况如何？公主，如有什么药材紧缺，千万不要客气，学院的库房随便你拿，但是一定要将此女治好。不是药材的问题。无上神界的药材与圣域大有不同，虽然炼丹之道溯本求源，原理没什么大不同，但就是麻烦在不通晓神界的药理。院长，难道没有药材可以中和蟾蜍毒性吗？有是有，玄阳花就可以，但是玄阳花药性猛烈，炼制时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玄阳花的药力反噬，熔断经脉而亡。据我所知，近100年来成功炼制此药的不超过3人，皆是举世闻名的炼丹大拿，其余的不是死就是残。那还有没有药材可以令一个人的气血稳定？千羽花就可以，但千羽花药性极寒，光是提炼药性这一步，就不知冻死了多少修神者。那令人神智保持清醒的药材呢？鱼鳞牙吧，不过据说这鱼鳞牙如果不能在3秒内炼制完毕，就会散发异香，香气致人疯狂。七贤丹中的7味主药，每一味的炼制都是棘手至极，但凡能成功提炼1味，都足以开宗立派，更别提7味一同炼制，简直难于登天。好，那还请院长帮我准备一下药材，我要炼制7贤丹。喂，你要干什么？不要命了！我刚刚说的你是一句没听进去。喂！怎么回事啊？你也没说这高人还会炼丹呢。这我真不知道，要不试试？这些药材我这里有。喂，你们都疯了！院长不必担心，方才院长所说，本座都记住了。记住了？你记住什么了？玄阳花药性猛烈，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熔断经脉。要炸了！要炸了！为什么没炸？原来如此，在玄阳花即将炸裂的前一刻，将千羽花药性引出，两者互相中和，药性相辅相成。听起来很轻松啊。清风，你行不行啊？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别生气，两位师妹冷静一下。这一步要求炼丹师拥有恐怖的天道掌控力，将2种暴力的药力抽丝剥茧，一点点相融，难度堪比诸位突破法相境时塑身法相。而且此丹要将7种药材相互融合，相当于在短短不到1个时辰内塑造法相数10次。哎，这学生到底是何方神圣啊？我们也不知道啊。好了，把这丹给他服下。居然真的完全将毒素清除了，闻所未闻啊！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呀？在学院里住的可还习惯？要不要跟我学习炼丹？哦不，或者我跟你学习炼丹也可以呀。捡到宝了！同学，以你的天赋，成为1代丹神指日可待啊！炼丹哪有琴曲有意思啊？还是跟我学乐吧。同学，他俩只是院长，我可是公主，这区别你懂吧？啊！我暂时没有拜师的打算，不过的确有一事，想要请教几位院长。你说，我们一定知无不言。桑天凤的毒虽然已经解了，但是经此一遭，身体底子还是会遭到一些折损。可有合适的药材可以稳固根基？我知道，治疗此毒造成的损伤，千须果是最好的。可恶，让他抢先了。千须果？不过千须果只有凤凰山脉中才能采到，学院里好像已经没有库存了。同学，我可以带你去凤凰山脉采，采不够不回来。哎，我也可以，我采10级。七莲好像很熟悉凤凰山脉，我记得他修炼的功法就需要千须果辅助，所以每个月都会定期进山采集。能知道千须果的具体生长地就最好了。那我现在去找他。唉，可恶，最后居然被一个学生比下去了。这段时间正好是凤凰山脉中灵兽最活跃的时候，你确定就我们2个吗？不再叫些帮手？足够了，2个人速度反而快。还真是自信啊！该死的古玄尘，区区一个贱民，居然给我林家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他若是躲在学院里当缩头乌龟，林家可能还没什么办法。既然他不知死活出来了，那这次一定要让他有来无回。等等，不太对劲。如今虽是灵兽活跃时间，入山人数少，但往年这时候，我也并非没有来过凤凰岭，绝不会如今日这般渺无人烟。前面10里左右的地方有兽群徘徊，自进入这条岔道起，便有股似妖族法则之力的霸道气息如影随形，想必便是修炼天道之力的灵兽。10里呀，10里外的兽群你都能感应到？说来，此处灵兽的神通都是先天生来，由弱至强分为1至5阶，1阶、2阶的灵兽较为常见，其实力相当于人类的造物境、复灵境。但自3阶灵兽开始，每上1阶，其实力变成爆炸式增长，成长速度远不是人类可以比拟的。神通境对上4阶灵兽，多半只有被秒杀的份。我倒是许久没有斩杀灵兽了，若是能等来几只解解闷，倒也不错。不用等了，因为已经有按捺不住的了。是火焰师！哼，我当是什么？区3阶灵兽，正好我手痒得很。你替我压阵，我来会会这畜生。看招！粗自亮丽。对于火焰师来说，防御力最弱的便是身体的腹部。什么？寒气被化去了。速度好快，这只火焰师真的是这3阶灵兽吗？可恶！不好，似乎是牵扯到肩部旧伤了，再这样下去非死即伤。糟了，要坚持不住了！小心！我没事，这是
集中注意力，弓背。没错，腹部虽为兽类弱点，但我的玄冰神剑被这只火焰狮克制，无法靠近它的腹部。与其盲目强攻，不如从其视觉盲区背部进攻。再来！受死吧，孽畜！玄冰闪，解决。喂，刚刚其实就算你不出手，我也能自己应对。不过我林倩莲向来不喜欢欠别人的，你想要什么作为回？这是什么？这不是火焰狮的兽核吗？哦，火焰狮兽核，这有何用？这些灵兽身上最为珍贵的便是兽核。火焰狮虽不过是3阶灵兽，它的兽核也是相当不错的炼丹材料了。原来如此，拿着吧。啊，你不要吗？你杀的，自然是归你。刚刚明明是他帮了我，我才险胜了这只火焰狮，否则我怕是现在还在与那畜生苦苦缠斗。而他不仅什么回报都没提，甚至还要将这兽核让给我。这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古玄尘，你等等我！这家伙倒是特别，能杀一个火焰狮，姑且还算有点实力。不过没关系，毕竟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又开始了。入夜下山麻烦，不好再耽误时间了，还是抓紧赶路。古玄尘，你拉我做什么？快把我放下来！此处静水，灵气浓郁，你就在此运功疗伤。疗伤？谁说本姑娘受伤了？不必在这里。迎战时，本座不喜欢分心。你，没想到他还挺细心嘛，竟然看出我受伤了。好，既如此，我还是快些引灵气疗伤。这感觉不对劲。啊！这是5阶灵兽千皮牛。这是……难怪有一丝异样的气息，原来是躲在水底呢。既然敢露面，想必已经做好觉悟了吧？原来是你。你在此等候，本座这就去解决了这畜生。5阶灵兽中，千皮牛擅长以极为强悍的肉身之力反攻，切记不可正面硬拼。不好，这是千皮牛暴怒的信号。古玄尘，快躲开！这家伙疯了！虽然他实力很强，但毕竟还是血肉之躯啊。去！你刚刚说什么？没什么。好可怕的力量！让我看看事情进展到哪一步了。什么？居然连千皮牛也被解决了！看来这小子比我想象的更强。不过幸好还有这个天意真火阵，此火碰上天道之力，只会燃烧得更旺。即便是专修体魄的修士，也挡不住它的热度。作为对手的修士越是强大，他的火势越是不可抵挡。不玄尘，我看你拿什么抵抗？小心！这是能燃天道之力的天意真火。古玄尘，林奇，我知道是你。天意真火乃林家特有，如今族中只有你会随意使用，别躲躲藏藏的，滚出来！表妹别来无恙啊！几日不见，表妹真是越发水灵了。我林某人向来怜香惜玉，只要你好好求我，我就放你一马。休想！你这胆小鬼还用分身？有本事就当面与我一战！我才不傻呢！既然你不知好歹，
那就别怪我无情了。该死，这个林奇简直丧心病狂！难道古玄尘真的已经丧命了吗？哦，火势来临瞬间，星辰天机图居然自动将本座吸入进来，是因为吸收了火中道运，产生了这天意真火阵图。阵道核心实在粗糙，不值得本座浪费时间。我亲爱的表妹，别白费力气了，不如让表哥好好疼爱你吧。可恶！可恶！我现在根本打不过这家伙。哼，就凭你也配？什么？怎么会这样？那小子不是应该已经葬身火海了吗？你是在找本座吗？什么？此等伎俩就想拦住本座，痴心妄想！古玄尘，你没死，太好了！本座哪有这么容易死？要是你出事了，你如何？啊！坏了，我刚刚在说什么啊？我就跑向桑天凤交代了，不然还能是什么？不行，此地不宜久留，不能恋战，先走为上。哦，想逃？啊！天意真火怎么不受我控制了？他想空阵杀了我！啊！不！我没死。哼，你当然没死，不是已经祝你用林家秘术操控了那些灵兽，还提前布好了阵法，你为何如此狼狈？爹！幸好大哥感应到你的气息不对，及时赶到，才把你救了下来。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老子非扒了他的皮！是那个古玄尘，他害我断了一臂，刚刚差点还死了。是那小子？是啊，爹，我本想控阵阻拦，没想到他的阵道造诣非凡，而且还说这3岁小孩的阵法根本拦不住他。什么？那小子真是这么说的？是我没用，不能发挥出阵法的威力，被这小子踩在头上，骂我林家阵法无用，让林家名誉也受到影响。大哥，这不能忍呐！古玄尘不过是个口出狂言的无知小儿，能有什么本事？那就让我来会会他吧。嘿嘿，爹真的发怒了，古玄尘，你惨喽！啊！这火怎么又突然大起来了？有意思，看来是有帮手。那本座就陪你们好好玩玩。古玄尘！大哥，爹！他的阵道造诣不比我低。什么？此人竟然能在交手的瞬间就重伤我至此！你不是说那小子不过是学院里的一个伴读吗？你到底招惹了什么怪物？爹，你别生气啊，他确实只是个伴读，我都查过了，他根本没有任何背景。是我疏忽了，能轻轻松松接连破我的阵法，那得拥有如何不俗的武道修为，以及恐怖的阵法造诣。不宜纠缠，我们速回林家。爹，可是，混账东西！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还敢放肆！大哥，我不甘心，不过是个毛头小子，说不定只是运气好，恰好破了你的阵罢了。要是就这么逃走，那我们林家的脸岂不是都丢光了？依我看，等一会儿收拾了这小子，无论他如何讨饶，都要扒光了他的衣物，砍下头颅。我的什么？今天你们一个都跑不了！二弟，此人
的气息强横，且能追踪至此，想必不会善罢甘休，只能破釜沉舟了。血雷咒！血雷咒，哼，就只是如此吗？太好了，看来可以勉强压他一头。等等，不可能！我的雷龙竟然被轻而易举地吞灭了！怎么会这样？我的雷龙竟然被轻而易举地吞灭了！怎么会这样？爹！不要杀我！现在该轮到你了。求求你，求！找到了，这便是千须果了，果然就在这附近。也不知道那家伙那边怎么样了。喂，你怎么又担心起那个古玄尘？倒像是十分在意他。啊！胡说！本小姐怎么会在意区区一个伴读？这是千须果。啊？什么人？除了本座还能是谁？是他。这凤凰山着实无趣，本座罚了，回去吧。啊？这还叫无趣？喂，你等等我！发生什么事了？麻烦了，这是受潮的预兆。受潮？受潮是凤凰岭特有的现象，一旦形成，便会肆无忌惮地冲击着一切。怕是有人再次使用禁术走火入魔，引得灵兽发狂了。气流已经开始震荡了，我们还是再加快些速度回去。啊，千莲，救救我！那是灵儿，莫非她也是入山采药？遇到灵兽受了伤，快要坚持不住了！救我，千莲！我的朋友好像受伤了，你先走，我去救他。趁着兽潮没有席卷过来，还来得及。快拉住我！我这灵盾可以承载2个人的重量。好，千莲，谢谢你。灵儿，你扶稳我。我们这就出发。可是千莲，2人一起，哪有我1个人更快呢？什么？你下去吧你！韩灵儿你，林千莲，你年纪比我小，天赋却比我这个人人称道的天才还高。我早就看你不爽了，但没想到，我今天在此使用禁术，被人算计至走火入魔。却意外得了个对付你的好机会，还得感谢你多管闲事救了我呢。抱歉了，既然你拿我当朋友，那就替我喂饱他们吧。韩灵儿，你不好！难道今天就要命丧于此了吗？给本座死！糟了，对面就要塌了，我动不了。你还没有走？急什么？还有恶人没付出代价呢。哼，林千莲那个蠢货，现在怕是已经尸骨无存了吧？要怪就怪你自己太笨，这辈子提早到头了。怎么回事？灵盾不受我控制了！你现在可以走。嘿嘿。起效了，想来桑同学应该是无碍了。一会儿我再去林同学那边看看。毒针虽已拔出，但半个时辰后还需要再清一次余毒。
想不到，这古玄尘真把这么难炼的药炼出来了。妙音院长，院长请你们去大堂一趟。韩家主放心，已经派人去寻了，无论如何，都会给你们一个交代。我们韩家也是信任紫罗学宫，才将女儿送来。如今来看女儿，人却去了凤凰山，久久未归。找得回来也就罢了，若是找不回来，你们如何交代得起？师兄，你找我们所谓何事？你们来了，你们来了。古公子今日和林千莲同学入凤凰山取千须果，所以正好有事想问问古公子。小子，你如实说，我家灵儿入凤凰山试炼，你可有预见？你为什么不说话？难不成是聋子还是哑巴吗？哼！你竟敢无视我！古公子，韩夫人也是思女心切，担心韩灵儿同学的安危。你若是看到了，不妨说出来，大家也好安心啊。灵儿已经死了。啊？你说什么？我说灵儿已经死了，就是他害死了灵儿。他刚刚说什么？真的假的？韩灵儿死了？你说的可是真的？陈亮，不可胡说！是我今天在凤凰山亲眼所见，他控制了灵儿，害得灵儿冲入了兽巢之中。哼哼，撞上门来的冤大头，不用白不用，你自己倒霉可别怨。至于那韩灵儿嘛，谁让他不识好歹，拒绝我那么多次？灵儿，你就从了我吧。好啊，你我一同入凤凰山试炼，要是你能胜过我，我就答应你任何要求。那贱女人甚至引我入凤凰山，还故意设下圈套，想要置我于死地。幸好我聪明，一早在他的饭食中就下了猛药，药效及时发作，我才能捡回一条命。嘿嘿，没想到我也早有准备吧？风水轮流转，这下你跑不了了吧？哼，打不过就罢了，难道还算计不过一个臭丫头？嗯，怎么回事？不好，是兽巢的预兆，来不及报复这丫头了。贱人，你就自己在这等死吧。然后我就看到了接下来的好戏，我什么都看见了，你休想抵赖！我现在可反倒成了指认凶手的韩家恩人，一旦搭上这条线，不说能飞黄腾达，也是能好好敲一笔了。古公子，这，是他自寻死路，本座杀了他又如何？什么？那竟然是真的？韩灵儿可是学宫老生里的佼佼者，是如今最有潜力进入祭天宗的学员。韩灵儿一死，可就是枉费了院长这几年苦心孤诣的栽培，院长岂会放过他？是啊，韩家这下也找上门来，这小子可算是完了。畜生，我杀了你！小心点，不可轻敌。天哪，是韩家的御魂术！据说御魂术所操控的魂魄，皆为仇怨极深的孤魂，十分强悍。一旦被缠上，会被啃食灵魂，化为一滩脓血而死。庶子休得猖狂！去，剑来！有点意思。哼，垂死挣扎，被我养的孤魂缠上，势必魂飞魄散。青石之力，就这点威力，倒像是有谁在按揉着本座的七经八脉。破！什么？这点力度给本座瘙痒都不够。爹，你没事吧？没想到这小子年纪轻轻，功力造诣竟然如此之深。萧院长，滥杀无辜之人，还能逍遥法外，这就是你们紫罗学宫的规矩吗？韩家主且慢，顾玄尘并非滥杀无辜，是韩灵儿暗算我，害我险些死于兽巢之中在先。顾玄尘不过是仗义助人，出手反击罢了。哪里来的黄毛丫头，竟敢胡言乱语！看我不好好教训你！
韩家主，灵儿的事我们配合调查，但这里是紫罗学宫，不是韩家，容不得你们再三逾矩。好你们个紫罗学宫，竟平白污蔑灵儿清白，是欺负她不能再开口为自己辩驳吗？退下，让他说。哼，我倒要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来。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采得千须果归来，碰上了凤凰山受潮，途中我听见了韩灵儿的呼救声，我好心救她，却遭她暗算，抢走了我的飞行法器灵盾，这伤口就是被她的毒针所伤，而这根针就是韩灵儿所用的毒针，韩家独有的千幻针。萧院长，韩家主，如今我余毒未清，若是不信，皆可一一查证。我可以证明，是我替千莲疗的伤。原本我还奇怪，千莲怎么会中此毒，但一忙着去苍天凤同学那，两头来回解毒，就忘了问了。这也不能证明这小子不是滥杀无辜啊！一定是你们想联手谋害灵儿，是你自己不小心被灵儿所伤的，实在可笑！一位亲眼所见，为何能说得如此斩钉截铁？倒是你啊，陈亮。我记得你所在的药材学院，向来都是就近去的清风山采药。你今日怎么恰好就在凤凰山山脚瞧见了韩灵儿死于受潮，又如此迫不及待地前来指认古玄尘是杀人凶手？你说的话可能拿出证据。我想起来了，这个人一大早是和灵儿一起入山的。我也看见了，就是他。平时他老缠着灵儿，灵儿可烦了。我听灵儿说过，今日要入山给那个老死缠烂打的长长教训，莫非就是他？一大早我便看见有人在小厨房鬼鬼祟祟的，现在一看，好像就是这个人。小厨房，今日我遇见韩灵儿，她便说过是遭人暗算失了功力，想必和你脱不了干系。我口说无凭，懒得和你们掰扯，我头疼，先回房了。往哪儿走？想逃？糟糕！师兄，这气味啊，此药是邪火散。邪火散？那不是学院禁药？没错，据说服用者一旦运功，会因脉象紊乱而走火入魔，甚至会被反噬昏迷。卑鄙下作！放开我！明明是韩灵儿那个贱人骗我去凤凰山，百般折磨我，我不过是自保而已。他死在受潮是活该。韩家主，人证物证俱在，韩灵儿是遭陈亮算计才受困于受潮，此事您可有异议？没有。既如此，我救他是情分，不救他是本分。韩灵儿恩将仇报，险些置我于死地，这笔账，韩家主，您是要现在和古玄尘算，还是明日和我林家算一算呢？这林千莲背后的可是清齐国贵族林家。就是啊，清齐国内有几家得罪得起林家？放开我！快放！这是聒噪的很。不必相持，本座替你们解决了。你没事吧？无碍。那韩家人想必是被你的功力震慑了，居然灰溜溜的只把陈亮绑走了。既然真相大白，那韩某人就告辞了。好了，千莲，你身上的余毒还需要清除，快随我来吧。古公子，请留步。不知古公子是否知道，3日后便是祭天宗招揽弟子的选拔。祭天宗？没错，每年祭天宗都要从附属于旗下的学宫里选拔优秀的人才成为门人。自然，除了作为顶级学府的紫罗学宫，其后按照实力排名还有天湖学宫、破军学宫、重阳学宫。选拔过程亦十分严苛，
先由各个学宫各自选送15名候选人，在经历初试、复试、中试这3个环节后，那些表现优异的入门者才可正式拜入其门下。原本韩灵儿是这次的候选人之一，只可惜她品行不端，自作自受。顾公子虽非正式学子，但也是学宫之人，所以我有个不情之请，希望你可以代替韩灵儿参加选拔。这顾宣辰实力应该是在紫罗学宫众人之上，若是由他代表学宫出面，必能入选。好啊，本座应下了。正愁没办法接近祭天宗那个关山玉，没想到死刑不虚，倒是个机会。顾公子可当真？这是我的令牌，持有者可在紫罗学宫内畅行无阻。考核前这几日，顾公子可随意出入任何地方休息，为选拔做足准备。既如此，本座就收下了。这里的灵矿倒是灵气充足，如今本座也已经突破至河神境了，也不知小世界中的大家怎么样了。此处倒真是更显生机了。这新长出来的是天元，还有大家，似乎看起来都很好。你这后生天资的确不错，修行的速度惊人，但若想要更快修炼，还差了点机缘。是何机缘？这我不知，不过在这青旗国紫罗学宫内有一座公爵塔，内藏无上神界的颇多珍品公爵，与你或有裨益。公爵塔？喂，顾宣辰，我都如此提醒你了，你也该放我出去了吧？好歹祭天宗也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没你的事了。明日，本座就去这公爵塔看看，会有何机缘。公子是第一次来公爵塔吧？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公爵塔的情况吧。公爵塔和藏书阁不同，虽都为收藏书籍之地，但此处的书籍皆为珍品公爵。此塔分为3层，第1层是新学园区，简单说啊，就是新老学员都可以进入；第2层则是老学园区，只有老学员可以进去查阅。当然，新学员中的天才，若是得到学院认可，也可以提前进入。至于第3层，就是天才区了，只有老学员中的天才才能进入。毕竟啊，新学员中能进入第2层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这第3层可想都不敢想。不过公子持有院长令，那就不会受到这些限制，更不用像普通学生一样要花相应学分才能看书。嘿嘿，知道了。霍云诀、摘星诀、御风诀、聚力丹诀，不过尔尔，与本座修炼无异。这是谁？照理说，有这么多学分借书的风云人物，不该如此野生啊！那会不会是哪位天才师兄的伴读随从？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8成是偷来的学分。叽叽喳喳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啊？不好，这个声音是……说的就是你，吵死了！哼，不过那小子看起来真是嚣张啊，像臭虫一样让人不爽啊！兄弟们，还不快过来！哎呀！又有解闷儿的送上门来了。这一层所记载的，不过是寻常丹道、阵道、药材的公爵书，果然无趣。这位兄弟学分很足嘛，不如借哥几个试试。如此靓丽。臭小子，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不好。如何？现在还想要借学分吗？可恶！是谁在此生事？是当我不存在吗？哥，我被一个半途随从打了。什么？是谁
谁的伴读随从？居然敢动我王浩的弟弟！哥，就是他！糟了，是老生王浩来了！王浩可是上一界里的土霸王，王弼又是他最护着的弟弟，这个伴读随从今天惨了。怎么样，怕了吧？刚才你不是挺神气的吗？啊，再神气一个给老子看看！今天你打伤了我，没有1万的学分，这事可没完！1万学分，学生每个月也就100学分。就是嘛，就算对学院有贡献，能获得奖励，300也就到头了。有王浩撑腰，看来这伴读现在麻烦了。要是没学分，你现在跪下来叫老子一声爷！谁敢从背后偷袭老子？谁敢从背后偷袭老子？哥，古公子，舍弟有眼不识泰山，都有冒犯，还请见谅。我没眼花吧？王浩是在道歉。你认识本座？回古公子，我昨日也去了凤凰山，才回来不久。那儿啊，那可是老生中的天才，就这么死了。而且据说韩家昨晚上门，也在此人手里吃了瘪。这个古玄尘不好惹。哥，你吴公子，舍弟不懂事，还求您看在他年轻无知的份上，放他一条生路。要胳膊要腿，您一句话，我立刻动手。你这哥哥倒是识相，滚吧，别挡着本座的路。谢古公子。这不是萧院长的令牌吗？他居然有萧院长的令牌啊！难怪他可以不要学分一般翻阅所有典籍，来头不小啊！幸好刚才没有得罪他。总算是走了。哥，这小子究竟什么来头啊？居然有院长的令牌！我不清楚他是什么人，但我告诉你，韩灵儿死在他手里，他却分毫未伤。什么？你看我已经惹上了大麻烦。第2层也不过如此，我且看看这所谓的天才层究竟有何特别之处。我以为在伴读随从中，能第一个踏上这层的是林千里，没想到居然会是你。看这人年纪，应当和严秀秀相当，能入第3层的新生，实力倒是不俗。听说你还杀了韩灵儿，是又如何？你要替他报仇？他可是我的潜在对手，你杀他，我为何要报仇？不过就不知杀他是你的实力，还是耍的手段了。若当真是实力，我倒是想与你较量较量，噬骨鞭。不过如此。原来没什么能耐嘛，看来是耍的手段才打赢了韩灵儿。如此还敢擅闯至此处，今日我便废了你这右手，算是给你个小小的训诫。就凭你，怎么会这样？不好！喂，你还不快滚开！哎呦，你竟然不接住我！不是你让本座闪开的吗？你，这家伙是不是想气死我？一般男人不都是会来接住的吗？无事便别来打搅本座。哼，你不会不知道吧？这天才层的公爵是有灵性的，不是什么随便阿猫阿狗都能看的。他们可不认你这种。怎么可能？主人，主人，主人，主人！这些公爵的树林居然都在抢着认这个小子为主。主人，主人，这怎么可能？哦，星辰天际图在帮我选择。这便是在那公爵之中吗？这就是公爵内的世界。看来此物便是这公爵给本座的考验，倒是有几分力量。体型如此巨大，竟然瞬间就避开了。这家伙
难道能提前预判我的出招？等等，此处的一草一木皆有影子，而他并没有影子。能预判本座的动作，哼，有意思。那就试试看吧。果然如此，没有影子，只因它本就是影子所幻化而成。此处一草一木的影子，皆是他的眼睛。而要想彻底消灭它，那便只有让那一轮令万物显影的红月消失。黄影诀，便是这本公诀的名字。本座也感受到了一股力量在身体里冲荡。不过，只要摒除杂念，这股力量就会变得有序，逐渐聚拢，然后沉淀。哼，黄影诀，那就让本座试试它的威力究竟如何吧。这感觉大是甚好。天哪，这什么情况？出什么事了？是了！这家伙究竟是什么来头？看那里像是紫罗学宫的位置，看来今年的宗门选拔应会比往年有趣多了。哎，往年考核出发前，秦院长不都会在吗？怎么今儿不见他？听说昨儿公爵塔破了个大窟窿，秦院长正忙着处理呢。千莲，慢点，我快跑不动了，再不快点就来不及了。今日便是你们前往皇城参加祭天宗选拔的日子，为初步考察入选者综合实力。此次各学宫学员均需分散前往皇城。这是你们的大师兄吴永波，到了皇城以后，由他暂为领队照应你们，而我和秦院长则会在选拔中试前到达。是，记住了。院长，您就放心吧。哼，这祭天宗规矩倒是多。时候差不多了，那大家就出发吧。古玄尘，一路顺利啊！哦，是他们。秀秀，听见了，他听见了。对了，你看见天风了吗？古玄尘是他的伴读，我还以为他也会来的。没有哎，一大早便没见过了。叶谷公子的能力，想来必能顺利进入祭天宗，而我当初能来这里，也都是因为他的出手帮忙。看来这一次，真的要分别了。祝你好运，谷公子。奇怪，明明看见进来了，怎么突然不见了？好不容易才跟上那家伙，难道这么快就跟丢了？哟，看功法，这不是紫罗学宫的姑娘吗？谁？在找情郎，不如和哥哥们一道走。是啊，你洗走嘛，我们照顾你。此次是要参加祭天宗选拔，还是物生事端为好？哎呦，别羞啊！本不想跟你们纠缠浪费时间，但既然不识趣，哎，人呢？那就是你自找的！哇，老大，我看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怎么回事？突然身体僵硬动不了了？还是老大厉害！想不到这女人挺厉害，
差点就折在他手里了。哼，还不是逃不过小爷我的噬魂风。老大，现在怎么办？哼，爷自然是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可这丫头毕竟是紫罗学宫的，您这次还要去皇城？啰嗦！哼，我爹是院长，谁敢找麻烦？况且，紫罗学宫的人一向眼睛长在头顶上，看不起我们千湖学宫，我早就不爽了。今日算你倒霉，落在我手上。不好！本座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在此叫嚣，原来是几只蝼蚁。是他！杀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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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去！好了吗？好了，方才多谢你出手搭救。你为何一路都跟着本座？他发现了。谁说本姑娘是跟着你的？大家各自前往皇城，这路又并非你一人可走。不过，你杀的这个人是千湖学宫院长之子，怕是会有不小麻烦。我金允儿并非不懂知恩图报之人，到了皇城我会护着你的。所以现在我正式决定跟你一起上路。如此，随便你。当真？那我们现在可就说好了。啊，对了，那日你究竟干了什么？为何公爵塔突然就破了个窟窿？你话太多。什么？你敢说本小姐？啊！喂，你等等我！这一路上还真是不安生，考核还没开始呢，各大学宫的几列老鼠屎就已经按捺不住在半路使绊子了。毕竟每个学宫通过考核的人数决定着祭天宗的奖励，除了增加自家通过考核的人，减少对方通过的人数，自然也成了某些人的目标。王宫的人，哈哈，在下风朗，奉命接送学员们参加今晚的国主夜宴，为各位接风洗尘。二位可先入轿等待。紫罗学宫学员前来报道。破军学宫学员前来报道。千湖学宫学员前来报道。重阳学宫学员前来报道。诸位，请。哇，王宫不愧是整个天齐国最美轮美奂的地方，可不是嘛？等回去啊，我定要和师弟师妹们好好说说。等等，这么好的机会，你就不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形象？哼，难道今晚除了夜宴，国主还要给公主招驸马不成？还真猜对了，毕竟能到这里的人，几乎都是天齐国的顶级天才。国主想要笼络这些人才，自然需要一些手段。本座没兴趣。这都是他会说的话。紫罗学宫的人已经来齐了吗？长山兄，他们人不是都在这里了吗？你怎么还这样问？我想这4大学宫里，紫罗学宫一向顶尖，况且去年紫罗学宫可是入选人数最多的，今年这么少，不会是人才凋敝了吧？可恶！若不是3大学宫嫉妒我们往年的成绩，今年趁着新规联手整我们，何至于如此？沉住气，现在不是跟他们纠缠的时候。哎，二位兄台，话可不能这么说。好歹这紫罗学宫还来了几位呢。哦，对对对，韩冲兄所言极是。是啊，毕竟我们还是要照顾一下人家紫罗学宫的情绪，不是？来来来，我们几个快向人家紫罗学宫好好赔个礼。刚刚是何物？哪个不开眼的吐的果核，竟敢耍错！看来还是不够。什么人？这下倒是清静多了。混账！你小子是在找死！国主驾到！哎，快看呐，是公主们！哎，听说原有5位公主，似乎是少了一位。参见国主！你瞧，那后面便是天齐国的几位公主。
大家免礼，入座。谢国主。各位都是少年英雄，秦齐国人才辈出，令本王十分欣慰。所以，本王还另备了一份薄礼，为各位接风。这是清玄丹吗？清玄丹，传说蕴含着源源不断天道力的清玄丹，这丹药极为难得，据说整个清齐国里也只有这一颗呀。源源不断的天道之力。哈哈哈，清玄丹虽好，却只有一颗。为公平起见，也因本王私心想一睹各位风采，而请各家各选出一人参与比拼。清玄丹确实吸引人，可比拼势必耗费精力，要是受伤影响到明天的考核，那才是得不偿失啊！是啊，这风险我可不敢冒。在下破军学宫赵长山，愿意一试。在下破军学宫赵长山，愿意一试。在下千湖学宫韩冲，愿意一试。在下重阳学宫郑克，愿意一试。哈哈哈哈哈，很好。来的路上就接连遭遇这三公的伏击，哪还有精力参与比拼啊？可这是国主的命令，我们也不好推拒啊。那紫罗学宫可有人选？罢了，虽然有伤，但事关紫罗学宫的颜面，我必须得撑住。我紫罗学宫，武玄尘，愿意一试。这不是刚才那个师弟，他是今年的新生吧？新生里没他，据说是个伴读随从。紫罗学宫也太不把国主放在眼里了吧？这比拼就派出一个伴读随从，究竟是目中无人，还是当真人才凋敝了？国主请见谅，这位小师弟想必是过于紧张，则站了起来。紫罗学宫由我吴永波出战。换人？你们这是欺君之罪！既然人选已定，在下斗胆想和这紫罗学宫的代表比上一比。你不错，无论这一战胜负如何，一会儿宴宴结束，我们可以一起在宫里走走。宫里走走，这位公主怕是看上这个小白脸了吧？就算输了这场比赛，要是成为驸马，这小子也不亏啊。烟霞，你虽是公主，但毕竟是女儿家，岂能如此无礼？还不快坐下！哼，小女不懂事，不过玩笑几句。本王问你，当真接受比试？听国主这话是不同意了。哼，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国主怎么可能看上一个伴读啊？那是自然。好，紫罗学宫对破军学宫，千湖学宫对重阳学宫，然后两组胜出者再争夺第一。这便是阵法凝聚的空间结界。没错，若没有打破阵法的力量，里面半点气息波动都不会流传出来。不知它能撑多久？要我出了丑，还想在公主面前出风头，老子要你生不如死！千金坠，看赵长山竟直接使出了他的杀招千金坠。据说受袭者身体会瞬间变为肉酱，不过是场比试，他这是要置人于死地啊！臭小子，无论你再怎么有能耐，入用我的千金坠，都只有束手待宰的份儿。我去死吧！这下你小子只怕彻底变成一滩肉泥了。不过这灵光怎么比之前都更盛？看来是我功力又大涨了。这也太残酷了，还是别看了。是啊，还是看看千湖学宫和重阳学宫这边吧。这边打得有来有回，难分上下啊。真是可惜了，就这么被打败了，不应该啊。等等，你们看那个伴读他，果然千金坠，还不如本座平日里修习功法的10块尘。怎么可能？天哪，我没看错吧？他竟然托起了千金坠，而且千金坠的力量似乎更强了啊！这个伴读究竟是什么身份？这小子不简单，
所以你仅此而已了吗？好可怕的威压！那接下来就该轮到快保护国主和公主！终于停下了。太弱了。我认输。郑兄，承让了。这是赵长山的千斤坠，难怪方才在阵法空间内都感受到了一阵猛烈震荡，看来他的功力又见长了。罢了，事到临头，只能一搏。长山兄，请旨。韩师兄，赵长山已经死了。你现在的对手是本座。他竟然杀死了赵长山！这个人不是只是紫罗学宫的伴读吗？为什么突然觉得好可怕？不用比了，这场我认输。哦，既然如此，那今晚的夜宴由紫罗学宫的古玄尘夺魁。哇！太好了！公子请收下。顾公子，顾公子实力非凡，我敬你一杯。顾公子，我也敬你一杯，请。这3位公主似乎都看上了这小子，真令人羡慕啊！羡慕什么啊？你有这个实力，你也上啊！哎，算了，打不过。公子好久不见。还有事吗？啊！这顾公子好生冷漠，可不是，哪有男子这般拒绝过我们？父王，太尴尬了。哎呀，莫非是本王方才不同意烟霞与这古公子的夜游邀请，他还在介意？如此，古公子可否有兴趣陪我在王宫走走？其实我的事情，父王也不会干涉太多的。他方才拒绝3位姐姐，一定是因为喜欢我。是的，年轻人的事，我这老头子本就不应该多过问。看来这古玄尘就要成为烟霞公主的驸马了。哼！刚才比斗有些累了，就免了吧。他居然这么果断，就拒绝了我。古公子，早先的确是本王失言，但毕竟烟霞是在见到你的真正实力之前就表现出了好感的，若有冒犯，还请见谅。我没听错吧？国主在道歉。这小子说不准能成为祭天宗核心成员，国主自然想招他为乘龙快婿。本座不过是懒得去逛，怎么还变得如此麻烦？国主，时间也不早了，明天还要考核，我们就先回去休息了。那你们回去休息吧，今晚夜宴就到此结束。啊！国主就这么让他们走了？那小子就罢了，这小丫头如此，国主居然也不生气。紫罗学宫的人好可怕。各位学员，寝殿已准备好，请随我来。顾玄尘，我叫青允儿。什么啊？你不好奇刚才为什么我唐突说话，国主没有追究吗？因为你是公主之一。啊，你早知道了？不对啊，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初到皇城时，你我并未袒露身份，这皇城侍卫却一眼认出你我是来参加考核的。而今晚，国主进入大殿时，又似乎特别留意你。且听说清齐国公主有5位，今日却独缺了1位。方才你说姓秦，这似乎恰好便是清齐国的国姓。原来他早知道我是公主，却未曾打算戳破。
奇怪，为什么我的心跳突然这么快呢？老爷，少爷的气息就是在这里消失的。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少爷已经……啊！风儿啊！到底是谁杀了你？为父一定要替你报仇！哼，爷自然是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天高地厚的小丫头。本座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在此叫嚣，原来是几只蝼蚁。好啊！好啊！紫罗学宫的小子，我要你与我的风儿血债血偿！清七国仅此一颗蕴含无穷天道之力的清玄丹，本座且看看究竟有何神通。似乎与星辰天机图存在感应，这是光芒里蕴含着天道力量，清玄丹竟在利用星辰天机图里的奇花异草自我炼制，光芒愈发强盛。方才炼成的便是此物了。哦，剑灵对此物有反应。你认得此物？这是九龙神丹。相传，丹道乃是由龙族所创，因此它也被称为丹神。而在无上神界，炼丹达到极致，便能炼成九龙神丹。只要丹药主人服下九龙神丹，即可获得曾供龙族所驱使的九龙的力量。而待即熟练驾驭九龙力量，静待时机，龙族头影便会显现，对丹药主人进行考验。一旦将他征服，在丹药主人与人交手时，龙族头影就能成为丹药主人极为可怕的助力。说来，丹药中的力量也与丹药的品级有关，在外观上以龙纹的多少作为区别。至于你这颗三纹九龙神丹嘛，初次炼就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啊！喂，你就这么吃了？本座能感受到有九道异常猛烈的气劲正在体内激荡，的确是威力不凡。紧张什么？出世不过是祭天宗的弟子来考核。是啊，你这般若进了副师见到长老们，岂不是得吓得尿裤子了？咦，那位公子长得好生俊俏，不知实力如何？能进入选拔的，自然都非泛泛之辈。看，来了！见过三位考官。各位过几日许会成为我们的师弟，不必多礼。是。你们中有一位名叫古玄尘的学员，是昨晚的夜宴第一，是哪一位呢？本座便是古玄尘，何事？听说你很厉害，今日你与我比试一剑，若是能过关，便直接进入中试，如何？哼，一剑，仅此而已。那小子就是昨晚的夜宴第一，好大的口气啊！他现在的对手可是祭天宗弟子，未必能赢。哼，年少轻狂，一会儿可有他后悔的。当然，公平起见，我们1对1，但前提是我要在这一剑里看到你足够的潜力。来吧！如此，本座就依你所言。人若死了麻烦，且用一成一吧。接招！好强的威力！师兄，你这一剑倒有些像模像样。不好，师兄似乎快撑不住了，绝不能让剑气外泄。
好险，差点连这都要拿不住了。果真无趣。这什么情况啊？为何看着像是祭天宗弟子落了下风啊？是啊，但祭天宗可是第一大宗，弟子应该不会输给一个毛头小子才对啊。还不快感谢铁城师兄！刚才那一剑，若不是他顾惜人才，只用了3分力，只怕你现在已经是重伤在身了。是吗？那不如你们一道上，不必客气。哎，赵师弟，不管怎么说，顾玄尘也想通过了考核，我们得言而有信。哦，原来是祭天宗弟子只用了3分力，难怪那小子如此轻松就过了。不，他们在说谎。不，他们在说谎。那身后的2人，若不是看出古玄尘那一剑的力量很强，担心引起骚动，有损祭天宗声誉，又怎会临时布下结界，不让剑气泄露一丝一毫？而且稍加留意便可发现，双方对战之中，古玄尘游刃有余，明显才是有所保留的那一方。那莫铁城脸色苍白，且暗中退了半步，分明是因为已经用了全力，却仍旧受了内伤。所以，方才古玄尘并非仅仅只是通过了考核，而是完完全全的碾压。好了，顾玄尘，接下来的复试便无需参与了，等消息吧。麻烦周师弟留在这里先行考核其余学员，赵师弟随我来一趟，有要事相商。是。师兄，你有什么事想说？师兄，我无大碍，只是他那一剑，虽与中文所使的一样，但在接下那剑时，我所感受到的道韵，的确是超凡诀。超凡诀？可超凡诀十分强大，又领悟极难，而且他并非宗门弟子，是从何处得来的公诀？又是怎么领悟的？这个。堂堂祭天宗弟子，却不及一名紫罗学宫伴读，若传出去，你们颜面何存？什么人？哼，老夫是来帮你们的人。傅云手，你是破军学宫的院长。那顾玄尘的实力和姿态，你们应该清楚。此子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待他进了祭天宗，假以时日，你们都会被踩在脚底下。你为什么要帮我们？又有什么条件？条件？我只要他死，都是顾玄尘。害得老夫如今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夫要用他一身的血祭我儿的魂。请今日考核通过者集合。4大学宫的各位都很优秀，到现在为止，初试已经正式结束，通过者共30人，其中紫罗学宫5人，破军学宫10人，千湖学宫8人，重阳学宫7人。接下来的复试将在10日后开始，这期间祭天宗已为大家准备好了修行静养的地方。同时，为了避免纷争，我们也给大家安排好了房号。这纸条上的房号便是你们今晚要入住的房间。天字1号。哇，这就是我们的住所了。这祭天宗出手还真是阔绰，居然包了这么大一家客栈。就是，还以为出了宫住不上好地方了呢。各位，晚饭已备好，确认好自己的房间后，便回到大堂吧。天字1号，应该是在这边。哦，这隐隐的黑气是何物？还有，这门牌
似乎也透着几分古怪。待我来试上一试。原来是有不知死活的蝼蚁在此动了手脚，这倒有点意思。古轩尘，原来你的房间在这儿啊！我来是想问你，以你的实力必能通过中试，成为核心弟子，所以之后你有何打算？可有目标？目标吗？祭天三子，关山月。哇，关山月可是祭天三子之一，的确很有实力。若你能拜他为师，确实是个绝佳的选择。如此，我也需更加努力了，才能一起。啊，糟了，我刚才怎么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秦允儿。他这是要……什么？什么？喂，你干嘛突然弹我？刚才，你的额头上好像有只虫子。虫子在哪里？大概是本座看错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去大堂吧。喂，古玄尘，你果然是在耍我！怎样？要你查的东西查清楚了吗？师兄放心，我已经确认过了。那晚王顺江怒焚千叶林，的确是因为独子惨死于林中，应该就是这古玄尘所为。难怪他愿意主动帮我们，只是总感觉这王顺江的状态邪门得很，万一出了什么乱子。师兄，有什么可担心的？若是成功了，我们是双赢；若是失败了，这一切可都是王顺江干的，与我们又有什么干系呢？古公子，深夜来访，打扰了。不知古公子住的可还习惯啊？这么晚了，你找本座有事？倒也无要紧事，只是我与莫师兄格外惜才，因此古公子的房间是特意准备的上等房，不知可还有不满意之处？如此说来，倒确实有一处。哦，是什么？莫非被他察觉到了此房的蹊跷？本座喜欢清静，但偏偏有不识趣的苍蝇过来问东问西，话太多。本座困了，烦请退下吧。这个人还真是越看越欠揍啊！哼，不过古玄尘啊，古玄尘，今晚你也就到头了。什么嘛！古玄尘那家伙真是块大木头，林千莲那种大小姐居然也能和他当朋友，哼，实在是讨厌极了。罢了，既然睡不着，不如找个地方精进下功法。咦，那边那个人是莫铁成？深更半夜，他鬼鬼祟祟的做什么？不对劲，跟上去看看。你来了，你让我们办的事情都办好了，现在他就在那间房里，你打算怎么做？莫铁成在和谁说话？看这人的装扮实在是可疑。很好，这是昨日那个无赖。风儿，是爹来得太晚，如今才只能这样看着你。爹，这老头就是破军学宫的院长。那古玄尘已经进入了复魂阵中，你所遭受的痛苦、经验，他便得千倍万倍的还来。等等，复魂阵，此阵一旦开启，除非摄阵之人身死，否则摄魂者无论多么强大，都只能被困于阵法之中。随之被阵法活生生的吸进惊醒，痛苦致死。堂堂学宫院长竟然以自身寿命为代价设下此等阴邪阵法，不行，我得赶紧去通知古玄尘。糟了！什么人在那里鬼鬼祟祟？还不快滚出来！麻烦，果然还是被发现了。是你？
哼，你这丫头胆子不小，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我儿就是因为你，才死在了古玄尘的手中吧？废话少说，那是他自己咎由自取。啊！怎么回事？他竟然不躲闪！等等，这声音是……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怎么又是这群诡异的风？这速度根本来不及躲闪！啊！放开我！放了你，不妨告诉你，老夫教养的这些噬魂风，你越是挣扎，他们只会越兴奋。小丫头，既然风儿喜欢你，老夫便送你去与他做对黄泉夫妻。不过，在那之前，古玄尘的血也是时候滋养滋养我儿的魂了。哈哈哈哈哈哈！谁都拦不住我。风儿，你看到了吗？他的血现在就是你的养料，很快你就能回到爹的身边了。嗯，这是怎么回事？灵魂碎片怎么裂开了？难不成是那边连接的阵法出了问题？看起来似乎并无问题。等等，这不是古玄尘，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是赵亮？古玄尘人呢？这我也不知道啊！我明明吩咐赵亮将复魂阵的符纸贴在古玄尘的防号牌后面。古玄尘去哪儿了？你敢耍老夫？此事蹊跷，我真的不知道啊！太好了，看来古玄尘他没事。哼，既然如此，那便收拾了你，老夫再去找那夹着尾巴逃走的古玄尘算账。我真的要死了吗？为什么突然感觉眼前有一道强光？这怎么可能？我的噬魂风竟被区区一道光消灭了。逃？就凭你也配让本座逃？区区一张破符纸就想困住本座，愚不可及。这是结界！古玄尘，此人招数阴险，你要万分小心。哼，臭小子，你还敢回来？这等脏东西果真是煞风景，倒不若眼不见为净。风儿啊！急什么？本座这就让你们父子早日团聚。古玄尘，你简直欺人太甚！今日我便要将你抽筋剥骨，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剑骨全被吸收了，怎么会这样？哼，老夫这半副身躯早已和炼狱骷髅血融为一体，剑光越盛，老夫的力量就越强。哈哈哈哈哈哈！古玄尘，那你就去死吧！小心！不对，怎么还在吸收？既然那么喜欢，那你就吃个够吧！停下来！快停下来啊！怎么回事？这灵气怎么会如此充沛？这究竟是什么级别的怪物？我已经受不了了！他就这么死了？哼，不堪一击。古玄尘，多谢你救了我。这件事我会跟父皇禀报。破军雪宫院长同墨铁城，赵亮同流合污，意欲报复。你只是为了救我，只要解释清楚，绝不会影响考核。
解释，参与考核。这是祭天宗的令牌。本座何须解释？既然有直接进入祭天宗杀了关山月的路，还费什么口舌？你参加考核进祭天宗是为了杀关山月？目标吗？祭天三子，关山月。哇，关山月可是祭天三子之一，的确很有实力。若你能拜他为师，确实是个绝佳的选择。看，果然是他们在那里。赵亮考官惨死在古玄城房内，莫铁城考官又不见了，一定是古玄城在搞鬼。快去通知其他人。啊，是韩冲和郑克他们。若是被缠上就麻烦了，时间紧迫，必须速战速决。我在宫中时曾听闻，祭天宗的玄光之门，若由宗门外人开启闯入，会有危险。但我相信，以你的能力，必能勘破。你既有大事未成，那便先走。至于这里的麻烦，别忘了我的身份，我自有办法让他们闭嘴。好，那便多谢了。喂，古玄尘，好好活着，日后再见。本姑娘定还要再同你比试一场。聒噪。快，别让他们跑了！竟是白日，看来这玄光之门内的时辰与外处不同。除了这孤岛之外，便只有那处山了。且去看看。这片云海里竟有雷电。救命啊！玄光门之内还有人在呼救。救命啊！谁来救救我们？我还不想死啊！竟然就这么灭了？是什么救了我们吗？你看清了吗？没有啊。这里发生了什么？等等，这位兄台，莫非方才就是你出手救了我们？你也是通过胡长老进来的？那你们也是？胡长老又是谁？初来乍到，不如先炸一炸，搜集更多情报。骗子！胡青虎就是个骗子！他手下那走狗老道收了银子，说能帮老子成为祭天宗的弟子，结果用了他给的通行符进来，没人带路不说，刚差点死在一只会喷火的尸兽嘴里。是啊，此处根本无法使用灵力或者飞行器，若要渡过这雷电云海去祭天宗的山门，只能依靠那尸兽守着的一条船。听起来，倒像是这祭天宗里有个胡长老在买卖弟子身份，而这几个人全然相信，毫无防备就来了此处。这位公子看着身手不凡，请问如何称呼？在下先自报家门吧，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姓梁，单名一个萧字。这是孙兄孙崇，这是吴兄吴明阳。古玄尘，顾兄，看来眼下我们四人只能合作斩杀那尸兽，才能坐船渡过去了。是啊，梁兄说的有理。看来这三人是想成本座的东风。罢了，斩杀一只畜生倒并非难事，只是真的这么简单吗？不行，老子还是想回去跟胡青虎手下那走狗老道算账。孙兄，你冷静点儿！喂，你们看那是什么？顾兄，我们三人已经有伤在身，且依旧心有余悸，你可否过去看看？好啊，原来是座石碑，上面似乎还有字，且看看写着什么。顾兄，上面写着什么？这里云雾缭绕，方才我们都没发现。沉尸怒目，九死一生，雷霆云海，枯骨成堆，入道无来去，前路莫回头。哦，沉尸怒目，雷霆云海都好理解，只是入道无来去，前路莫回头是什么意思？你不是应该最清楚吗？哼，
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们的通行符其实根本就用不了吧？发现了，你们出现的时候身上有血痕，却没有受伤，可见血并不是你们的。那追逐的灵火，想必也不过是示弱的把戏。你们看起来似乎很害怕那尸兽，却迫不及待地拉本座一同对付他，甚至是透着兴奋。而你那么刻意地引导本座发现这碑，并让本座念出碑文，恐怕念出来，这碑文便会成为新一轮被尸兽盯住的献祭对象。所以，你们从未想过合作，怕是在一轮一轮地筛选新人，献祭那尸兽，为自己偷船渡海创造机会。倒不算是个彻底的蠢货，只可惜意识得太晚了。毕竟他已经来了。区尸兽，那本座就来陪你玩玩。什么？喂，不该是这样啊！怎么来追我们了？这么下去，大家都得死！你去！嘿，反正这一轮总要有人喂他，那你就牺牲一下吧。放心吧，我们会一辈子感激你的。杨逍，你这个畜生！吃饱了就想跑，本座还有话要问你。居然等成这样，本座有这么可怕吗？怕什么？抬起头来，本座有事想要问你。好像更怕了。顾玄尘，你这什么可怕的表情？该不会以为自己笑得很亲切吧？看来你很怀念阁楼里的日子。你是酸泥。酸泥，形似尸，喜静，好吞云吐雾。果然，祭天宗是以瑞兽镇守。只不过，擅闯者心虚，则草木皆兵；草木皆兵便耳不聪，目不明。加上这针对外来者故弄玄虚设下的碑文，一旦为求自保，企图以恶饲恶，那恶自然会成真了。你留下这酸泥，那坑害你的另二人，此时说不准都已经渡船离开了。以你的性格，竟也放过了他们，莫非那船本就不存在？船未必是假的，但雷霆云海，枯骨成堆，倒不如说是枯骨成山。毕竟从一开始，那就是条死路。快点！喂，你傻愣着干什？看那边！啊，怎么会这样？这祭天宗怎么成了白骨山？啊！不行，这船不稳，承载不住我们两个人的重量。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呢。啊！你想干什么？啊！下去吧你！原来这山是个幌子。还好我早有准备，当时顺手牵羊，没想到那小子身上竟有这祭天宗的令牌。通行符哪儿比得上这祭天宗的令牌？等回头上了岸，离开这个鬼地方，再找那走狗老道算账。就算如此，他们发现那山不对，自然不会再过去自寻死路。而且别怪我没提醒你，方才你的令牌可被偷。等等，你是故意让那人偷走祭天宗令牌的？别忘了，前路莫回头。啊！糟糕，一往回滑，这船就翻了！救命啊！救救我！哼，顾玄尘，你是担心秦允儿一个人摆平不了那群人。
而墨铁城身上令牌被偷，若被查到，会连累到他和整个紫罗绝宫，所以正好找了个再也开不了口的替身顶罪吧。多嘴。不过现在你已没了令牌，就算强行出去，下次可未必有机会再进来。而对面那山不过是个陷阱，这可找不到真正祭天宗所在，情况似乎不太妙啊。谁说找不到祭天宗的所在了？什么？你找到了？雷霆云海之中，处处都是回头。既入道无来去，前路莫回头。若不能回头，那祭天宗所在，只能是下面。怎么回事？怎么突然站起来了？真是个好地方。进入祭天宗的瞬间，就被星辰天机图召唤了进来。想不到在此地，这星辰天机图本身的灵气更充沛了。祭天宗里的人是不怎么样，但地方确实灵气充沛，连我这一抹残魂都感觉清明了不少。既如此，本座就收了此地，待小萌和天元他们醒来，也好作为大家日后修炼的好去处。这家伙怎么老用轻飘飘的语气说这么恐怖的话？说起来，你方才破那玄天之门的动静可不小，就不怕关山月找上门？那又如何？本座倒怕他躲着当缩头乌龟。你知道吗？方才我听说玄天之门不知怎的破了道口子，那索尼竟逃出去了。啊？那还不快去看看热闹？玄天之门破了，不会是因为那几个小子吧？不可能啊！那道士跟我保证过，骗的都是些不成器的公子哥，连过秘境试炼的能耐都没有。星虎师兄，师兄，今日便是你与那黄龙师兄比试剑道的日子了，胜算可大吗？说来，方才震荡之际，我对宗门内的无影剑诀突然有了几分顿悟。不如现在试试看吧。血流5段，师兄你这也太谦虚了吧，分明已经大有长进了。怎么回事啊？明明一刻钟前也只能截流成3段，莫非我真有几分天赋？一旦顿悟进步竟这么大，如此，快把那黄龙找来，就说我现在就要比试。到了。喂，你，说你呢？你是新进来的，还没领制服的外门弟子吧？瞧这眼生，不像是有什么来头的。此人是祭天宗的弟子，这是刘影珠，仔细着点。刘影珠，这是做什么？一会儿替我记录下打败那黄龙的英姿，听到没有？哼，好大的口气！吴青虎，难不成你当真认为赢得过我？吴青虎，吴青虎就是个原来骗子！就是他。姓黄的，废话少说，你先来还是我先来？师兄等等。哦，那我先来吧，我倒要看看你能胜我几分。师兄，我方才偷听见那黄龙和人说话，他分明早已能截流10段了。什么？那你不早说！我只能截流5段，还是方才练成的。哎呀，糟了，输定了呀！师兄，挺住啊！刚才那动静，看着是有人在比剑。走，过去看看。完了，看来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如何？吴青虎，该你了。吴青虎，怎么？你该不会连10段都过不了吧？你，哼！其实我这10段已经苦练多年，可我打赌，吴青虎真是个蠢货。10段确实不过尔尔，无影剑诀剑出无影，可你区10段，残影便已无数。黄毛小子，说话如此嚣张，敢不敢和我比试一场？比什么？喂，你可要想清楚啊！就比这剑道，若你能剑斩这腹部50段，
我便恭恭敬敬向你敬茶磕头。你若不能，不但你手中的流影珠得归我，还得向我下跪，磕100个响头。喂，你们打赌拿我的流影珠做什么赌注啊？50段，连黄龙师兄自己也做不到吧？哎呦，这新来的惨喽，这下脸可丢大了。嘿嘿，谁让他偏偏自己要撞枪口上？我们只管看热闹便是。好啊，接着。这小子脑子是不是有病啊？反正我的东西，我可不会给。不过谁说斩瀑布非得用剑？你这是什么意思？开玩笑吧，他要用的竟是树叶。树叶？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这新来的外门弟子，怎么可能仅仅用一片树叶就斩瀑布于100段？你刚刚说输了，要怎么做来着？谁能想到这小子居然有这般能耐？黄龙，难不成你想出尔反尔？你可是说了要下跪敬茶的。开什么玩笑！我才不！什么？对啊，怎么会突然不由自主的就跪下了？看，黄龙师兄真的下跪了。这新来的外门弟子究竟是什么来头？想不到一向蛮横的黄龙师兄也会有这一天。愿赌服输，敬茶便给你免吧。这家伙的威压，好可怕！看什么看？快给老子滚开！是。在下胡青虎，看小兄弟你也是位性情中人，不如交个朋友。有此等身手，却未听闻过，是哪位长老的关门弟子，还是身怀什么高阶公爵啊？若我能从他那儿骗得一招半式，这胡青虎贼眉鼠眼，真是个连算计都放在脸上的蠢货。为何这表情？莫非被他看出来了？好啊，他既是祭天宗之人，应知道关山月的消息，且看看他能折腾出什么浪花。去，准备些上好的茶水来给我喝。不知小兄弟怎么称呼？古玄尘。去给我和古兄弟送来。古兄，我先敬你一杯。不过，既然我们是朋友了，我想朋友之间应当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吧？是有几分道理。上钩了。那古兄身手如此不凡，可否透露一二？你是宗门内哪位长老的关门弟子，还是有什么高阶公爵在身呢？哦，你且说说，你认为宗门内有哪些称得上是高手？这宗主姬长风自不必说，往下便是顶级炼丹师无涯长老，剑道天才欧阳天武长老，阵道数一数二的关如海长老。若是年轻一辈里最为出挑的，还得是祭天三子里的关山月。说来，他正好也是关如海长老之子。关如海，关山月，你亲眼见到很厉害？这个嘛，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哪是我等普通弟子可常见的？更何况，尤其是那关山月，时常不在宗门之内。不过近日听说他们父子不知在何处闭关了。原来他在闭关。哎，等等，说了这么多，古兄你还没说你这身手是如何来的呢？本座倒是有几本家传公诀在身。哦，青虎师兄。古兄啊，稍等片刻，我去看看有何事。喂，你早就看出来了吧？这个胡青虎就是那几个人口里的胡长老，他现在鬼鬼祟祟的，可没安好心。那又如何？切，你倒是什么都不担心嘛。什么事啊？这么急急忙忙的。方才我依照师兄所言，去查了这个叫古玄尘的人，发现外门弟子中并无此人。而且听闻，今日玄天这么异动，算你逃走，会不会和他有关？我们赶紧上报吧。若是真的，说不准还能立功呢。等等，万万不可，这可不行啊！要是查起来涉及玄天门之事，我私卖弟子名额的事，岂不是也很有可能暴露？况且
立功又如何？和那些核心弟子比起来，我们别说是学习宗门高阶公诀了，连见都没见过。哎，师兄的意思是？方才我听古玄尘说，他有高阶公诀在身，若是我们能哄骗的他交出来，习得那么几成。胡庆虎，你竟然想包庇这个古玄尘！幸好我早就看出来，你方才在偷偷说什么。跟过来一看，真有猫腻。黄龙，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你不也想分一杯羹吗？既然你都知道，那看来我们想的一样喽。祭天宗地盘那么大，藏上一个人还不简单？只要我们能限制住他的活动区域，应该不会被人发现吧？不过，此事一旦被查出来，哼，装上！你早想好了吧？等我们都学会了高阶公诀，宗门会对我们处罚吗？到时还不得把我们跑着？若是成功，那我们将会成为祭天宗的核心弟子。哼，说的不错，就这么办。古兄啊，你不是我们祭天宗的弟子吧？哦，你已经知道了。怎么不太对呀？他怎么这么淡定？江虎兄，求求你可千万不要告诉祭天宗其他人呐！放心，大家都是兄弟，只要你肯好好听我的话，好像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啊。不过我胡青虎最是重义气，胡兄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会替你瞒下来。那本座还得谢谢你了，你倒是不怕惹上麻烦。哎，就哪里的话，自古英雄不问出处，而且古兄生的仪表堂堂，定是位正人君子。再者还有个人也想结识古兄，过来吧。古兄弟，我们又见面了。是你？怎么，特意来向本座敬茶磕头的？哎，古兄说笑了，大家这也是不打不相识了。黄龙兄方才特地折回来，也是想同古兄交个朋友。正是，如此倒是有趣。说来，因那酸泥逃跑，方才守卫又在宗门内设下多道禁制，古兄如今人生地不熟，怕是麻烦了呀。那不如让古兄弟就在青虎兄处暂且安定下来，过些日子再看看禁制会不会解除些许。这古兄弟的武道一流，我们可以时常切磋学习。青虎兄，你也可以指点一下他的丹道，万一他丹道上有些天赋。古兄弟啊，你对丹道有多少了解？一些皮毛吧。哎，青虎兄，你方才不是说你领悟出了什么丹道速成法的吗？啊，确实。嘿，我就知道他的武道已经如此逆天，绝不可能处处都强。没错，只要稳住他，往后从他身上哄骗出各种公爵的高深修炼方式，还会困难吗？武兄啊，这是祭天宗内可以凝神静气助修为的通玄丹，炼丹其实也并不难，你先用丹火温鼎，我再决定如何指点你。虽然炼制通玄丹所需要的药材都在其中，但中间还故意混杂了几味用不着的药材，他炼丹一旦失败，也就方便我说教了。普通的通玄丹岂不是太浪费了？哎，你这是什么意思？起！东哥，这是天道真火，我感受到了，整个丹鼎中都充满了天道的力量。这已经不是丹火温鼎了，这是道火温鼎啊！等等，这怎么可能？丹鼎并无灵石，可竟在主动吸纳着四周的天材地宝。无用的东西，便只有这几分能耐。本座再来帮你一把吧。他在动。明明是本座在炼制丹药，为何感觉到其中还有一股力量？发生什么了？这是……倒是新鲜，不过一个瞬间，这里竟变成了这副模样。古兄，古兄弟，不好了！这里已经成了一片烈焰火海，你快随我们避一避吧！
这二人竟没有影子，倒是稀奇呀。雕虫小技，够胆就出来会会本座，这是魔种堂堂的老鼠！哈哈哈！你这个后生好生嚣张！万年了，还未曾有人敢对老夫如此不尊。好啊，甚好，那就让老夫给你这儿颜色瞧瞧。原来是你这只蠢笨的老鼠！九龙锦散了，仔细看来，我们的力量似乎增强了，体型也变得更大了。哈哈哈哈！竟想用你的九龙剑光对付老夫，后生，你可知道老夫是谁？莫非？抱头鼠窜的速度倒是快，不过你休想翻出老夫的五指山！哦。蠢货，那就为你的无知付出生命吧！哈哈哈哈！是吗？嗯，这声音，你竟然没死？方才不过是本座的一个分身。哼，你一个黄毛小子，服下九龙神丹，驱使那几条没出息的龙影便罢了，想驱使老夫，痴心妄想！如果本座非要这么做呢？九龙神丹，想来这孽畜便是残魂曾提到的龙祖投影了。不过看他如今这副模样，倒更像是只狼狈的纸老虎。死到临头还敢说大话！你的九龙剑光如今可无用，方才也是老夫疏忽，才会被你的虚影所骗。这次老夫定不会放过。对付你何须用九龙剑光？只是这次也该轮到本座了吧？为何他仍旧丝毫不惧老夫？莫非他已经参透了？糟了！想逃，未免也太晚了吧？果然如此，难怪方才觉得他越是靠近，越是诡异的在变大。只因在他的幻境之中，一切皆由他的意念而起。他越是占据主动权，意念越强，气焰便也越强盛。而气焰强盛，力量便强盛。当初因被那贼子关山月所害，大家为了保护本座而肉身尽毁。如今本座来到这无上神界，便是要让关山月神魂聚散。哼，如此大恨还未得报，哪轮得到让你这畜生横生枝节？那么，是时候结束。等等，怎么可能？他的意念居然强大至此！救命啊！快看，在那边！见过古前辈，你们这是在作甚？古前辈，求求你救救我们吧！古前辈，我们有眼无珠，竟不识您这等世外高人。起来，把话说清楚。这是什么？啊，这是龙祖，这皆是阴世典籍中所记载的丹神龙祖啊！这是九龙神丹！天哪，有生之年我竟能亲眼看见九龙神丹，我不会是在做梦吧？喂，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来头？不是说只懂炼丹皮毛吗？我怎么知道？馊主意还是你出的，这下我们可……等等。古玄尘呢？好像刚才就一直没看见他。那还不快去找人？动静这么大，竟然炼制出了九龙神丹，这下我们可兜不住这事儿了。急什么？你不也是炼丹师吗？你的意思是，古玄尘不在这里，我们若谁都不说，又有谁会知道这颗九龙神丹是谁炼制出来的？有人来了。谁人在此炼丹？参见宗主。参见几位长老。九龙神丹，真的是九龙神丹。这九龙神丹可是只有炼丹达到极致才可炼成的。
若是服下，便能得到龙族那九龙的力量。何止九龙的力量？一旦通过龙族投影的考验，纵使是驱使龙族投影，都不在话下。刚才是你们2个中的谁在炼丹？回宗主，我刚才炼丹的过程中，突然仿佛有所感悟，然后不知不觉就……混账！糟了，果然被看出来了。这可是炼制出九龙神丹的丹鼎，里边的任何一丝气息都关系到成丹的奥义，你怎么可以任由气息？虽说令丹鼎的气息外泄是不应该，不过你也不至于这就跪下吧？这个蠢货！回乌鸦大师，刚才龙族投影降临之际，我的灵魂之力消耗极大，后边实在无力封印丹鼎气息了。如此，也难怪。罢了，快服下这颗丹药吧。这是5星固灵丹，这可是巩固灵魂之力的神丹。灵魂之力消耗再大，只要服下都能马上恢复，并进一步加固灵魂之力。 5星丹又如何？以你的天赋，值得起这颗丹药。你可愿意成为我的亲传弟子？好，多谢乌鸦大师。无需客气，这里还有一瓶，你带在身上。将来若是再炼制出九龙神丹，便可立刻服下。是。你们有人在这里练过剑？是我。看着青虎兄炼丹，我好像进入某种玄妙的意境，心生感触，忍不住出了几剑。是吗？你再对着破布出剑试试。此人天赋应只能算是中等偏下，如何会有如此凌厉的剑意？不过此处也没有别人了。是。先前那古玄尘是站在此处吧？剑道不如阵法那般苛刻，但其领悟不到一定的程度是无法体会的。如今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破布竟然锻炼成了将近30段，无影剑诀本是祭天宗下品剑诀，此等领悟已经令剑诀接近中品了。怎么会？难不成是受古玄尘炼制出的那九龙神丹气息的影响？你竟能自行悟见身品，你可愿意当我的弟子？啊！欧阳长老，你已经好几个弟子了，你一个人教得过来吗？可别误了这年轻人的天赋。没错，不过论起来，我的弟子最少，我看你还是拜入我门下吧。欧阳长老虽是剑堂之主，但我的剑道并不逊色于他，并且我还没有亲传弟子。不闹！几个人加在一起都不止1万岁了，还在小辈面前这样争执，还有个长老的样子吗？那宗主，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既然你们大家都不愿意放手，为了宗门的安定团结，那就由我来收下你吧。宗主，你要点脸好吗？宗主，你处理宗务那么繁忙，怎么还有功夫调教弟子？够了，此事无需在意。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就这样成了乌鸦长老和宗主的亲传弟子。顾前辈，如今我们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一旦败露，小命不保，你可一定要救救我们呐！原来如此，不过本座凭什么要帮你们？顾前辈，你来祭天宗若有什么行事不便的，大可交给我俩。是啊，我们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胡青虎和黄龙借本座的东风，如今身份在祭天宗不低，若能一用，行事倒是更方便。既如此，本座眼下便有一事要吩咐你。我等为顾前辈马首是瞻。顾前辈。顾前辈啊，昨晚睡得可好？若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跟我说。尚可。
让你们打听的事情如何了？已经有些眉目了，但丹峰和关氏父子的阵风并不太熟，打听二人修炼所在还需费些时日。古前辈不如再等等黄龙那处的消息。对了，古前辈，这是祭天宗内核心弟子的令牌，我命人再得了一块，出宗门禁地，有此令牌可解一切禁制。您今日尽可随处看看。倒是比墨铁城那块看着有些用处。继续打听关山月的闭关所在。是。也不知他俩靠不靠谱。站住！你是什么人？可是哪位长老派你来此处的？看这女子的装扮和说话的口气，在这祭天宗内，地位应是不低。他怎么不说话？莫非是心虚？看来你是听说了昨日龙祖投影显现，这才自行过来的吧？不过，炼制出九龙神丹的丹鼎已经不在此处了，你无需浪费时间。本座对那丹鼎并无兴趣。等等，这弟子好生傲气，难不成连龙祖投影都不放在眼里？你可懂炼丹？皮毛，看过一些丹道典籍。看过一些丹道典籍，竟也能算懂皮毛吗？这里是祭天宗，怎可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虽然丹鼎已经被带走了，但这里残存的气息，对于炼丹师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好处。你既说自己懂得皮毛，不若试试能领悟几分。看来若不依他所言，倒更麻烦了。爷爷昨日带回那丹鼎，却说我如今的丹道造诣还无法参悟，才让我来这边领悟此地残余的气息。可这小小弟子竟看不上，我倒要看看他有几分能耐。什么？如何？这怎么可能？经过本座的调教，这家伙如今倒是识趣。你刚刚这就感应到了，为何看着如此轻松？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你且等我一下。也是，莫非此地残存的气息格外浓郁，他才能领悟的？真的有龙祖残存的气息吗？不对呀，我为什么一丝都感受不？喂，你，人呢？虽然有些古怪，但此人可真是一个极为难得的丹道天才啊！莫师姐，无涯长老命我们来看看你怎样了。爷爷现在可在丹堂？在的。我得赶紧去告诉爷爷。莫师姐，你怎么又回去了？奇了怪了，这莫如雪师姐平时冷冰冰的，可方才那眼神为何如此兴奋？这个我哪知道啊？莫如雪，原来是祭天宗丹峰长老莫无涯的后人。为何刚刚似有那小子的气息出现？不要分心，他怎可能如此之快就上了无上神界，还进入祭天宗？如今修习功法，准备不久之后的宗门大比，才是你的当务之急。是，爷，爷说的倒也不错，不过是区区圣域蝼蚁，敢来找我，这不是找死吗？爷爷果然不信，一个新来的万门弟子，可能会是更胜于胡青虎的丹道天才。看来我非得把他找出来，亲自带到爷爷跟前才行。莫师妹，师妹，你这是要去哪里？看起来似乎心情不太好的样子。是啊，柔雪师妹，我们也有好几日没见了吧？我和楚师兄正想去丹堂呢。原来是楚师兄和韩师兄从外峰执行任务回来了。你们去丹堂有何事？如雪师妹怎地这般冷漠？你我好歹也有婚约在身。韩师兄请自重，我从未承认过那婚约，对你更无男女之情。莫师妹别动气，韩师弟向来随性。其实我们一回宗门，便听说有弟子炼制出了九龙神丹，而那封印龙祖气息的丹鼎就在丹堂。看来这楚青海和韩寿是为了龙祖投影而来。原来你们在这里啊！
黄师叔、胡师叔，你叫他们师叔？能被莫如雪叫做师叔的人，不是至少得是长老亲传1级的弟子。如雪师妹，你开什么玩笑？他2人何时成了亲传弟子了？你2人刚从外回来，不清楚也很正常。况且本来这事我也不欲高调。不过，如今我已是无涯长老的亲传弟子，而黄龙兄则拜入了宗主门下，成为了宗主的亲传弟子。正是正是。宗主亲传？啊！等等，那练出9龙神丹的弟子，莫非就是你？居然是他们！真的假的呀？小楚、小寒，师叔们喜欢低调，莫要声张啊！小楚、小寒。对了，小楚、小寒，你们2人可知道小关在何处闭关啊？关师弟闭关前倒未曾说起。那他何时结束闭关？这时间我们也说不准。同为祭天3子，连这2人都不清楚关山月的消息，怕是更不好向那个活祖宗交代了呀。2位师叔，我和师弟突然想想还有事，就先回去了。是的。既如此，那你们先退下吧。却要对着这样人叫师叔，真是难以开口。还是快走吧。说来，2位师叔都曾是外门中人，我倒有一事想问：外门近日可有新的弟子在丹道上颇有天赋的？丹道？莫如雪这是见到了古前辈，未曾见到。我也未曾见到。对了，我们2人还有事要向宗主回话，也改日再聊了。为何觉得2位师叔有事相瞒？还没有消息吗？是的，我们还特地去找了同为祭天3子的楚青海和韩寿，但连他们也不清楚。不过不久便是祭天宗的宗门大比，关山月必然不会错过这等出风头的机会，想来他闭关也是为此做准备。宗门大比，宗门大比是祭天宗内最为盛大的宗门比试，比试场地便在那宗门最高塔玄灵塔之内。由每峰各派出10名弟子进入玄灵塔，经受塔内各层的考验，而通关最多层的弟子，便可获得宝贵的地阶公诀一册。这地阶公诀是何物？武前辈可能有所不知，在这祭天宗内，公诀由高至低，依次分为天地玄黄4阶。黄阶公诀是宗门弟子人手1份，玄阶公诀一般是赏赐给被看中的内门弟子。除了天阶公诀由宗主所持，地阶公诀便是弟子们额外所能研习的最高公诀了。毕竟平日里，哪怕各峰长老，也不是有资格能尽数研习的。古前辈，这是我们入宗主无涯长老门下所获得玄级公诀，还请您笑纳。我倒要瞧瞧这玄级公诀有何特别之处。烈火诀，七星阵。虽比紫罗学宫内的收藏好上一些，却也不过如此。顾前辈，他这就领悟到了。此等公诀甚是无趣，不过本座倒有了新的领悟。你们可想试试，让他们替本座办事，若是太无用，未免有麻烦。传授给我们，多谢顾前辈。那你们可要好好学。好大，可这火！岂是玄阶公诀可达到的威力？天阶，这简直是天阶呀！哎呦，救命！好烫啊！我受不了了！玄阶公诀直接升级成天阶，这顾玄尘究竟领悟到了怎样可怕的程度？烈火诀，以天道化烈火，以意念控制火势。是在讲解烈火诀的真谛。所有人，除杂念，集中精神力。是。本座将这烈火诀领悟至新的境界后，竟感觉全身似被天道环绕，总之是又要突破。我感觉静心感悟这诀中真谛后，舒服多了。没错，虽处在烈火之中，浑身却仿佛经过溪水涤荡，竟一点也不觉得烫了。快看，那是他这是要突破的节奏。看这天道力，前辈的实力
远远不止展现出来的这些。这姓古的什么来头？青虎师兄和黄龙师兄竟如此敬畏，管他什么来头，他一定私藏了不少高阶公爵。不如趁现在他没防备，把他宰了。不可！不管怎么说，他现在给我们的好处已经远胜于宗门。是啊，方才若不是他，我们又怎能悟得烈火诀？这是什么？一个大活人，竟就这么消失了！极星法阵怎会自主袭击人？你们刚才做什么了？方才我臣说了一些对古前辈有些不敬的话，就……哼，七星法阵，怕是也被古前辈升级成了天阶的等级。方才有了智慧，主动感知到了威胁，这才轻而易举地惩戒了此等小喽啰。你倒是明白，你们方才都没有起异心，倒是值得本座信任，且留下你的命。多谢古前辈。你既已是宗主的亲传弟子，各处打点倒也便利，去给本座找一套外门弟子服饰。这外门弟子地位颇低，不若给您找一套内门弟子的服饰吧。这祭天宗内想要隐藏身份，你觉得是扮作人多脸生的外门弟子，还是各处都有熟人的内门弟子合适？我明白了，古前辈果然深谋远虑。那是黄龙师叔，黄龙师叔不是去宗主那了吗？他现在鬼鬼祟祟的，又要去哪儿？嘿嘿，古前辈，我这一路神不知鬼不觉，您尽可放心。师叔，等等，这服饰，你果真只是外门弟子？本座为何不能是？哎呀，原来是小莫呀！啊，二位师叔。小莫，我们这边说话。来，我此前寻得炼丹颇有能耐的外门弟子便是此人。看刚才情形，你们似是早就认识，为何当时不说？这，你有所不知，我们是有苦衷的。为何？难不成他是宗门通缉之人，要隐藏身份？哎呀，自然不是，其实是因为，因为究竟是为何？古玄尘他喜欢你。他喜欢我？这古玄尘虽是外门弟子，但其实他已经加入祭天宗2年了，你可知道吗？这我并不知。不知道那就对了。你看，他就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才这么做。如此一来，你不就记住他叫古玄尘了，对吧？似乎也对。原来是这样吗？他突然脸红什么？你叫古玄尘吧，跟我去丹峰的丹堂吧。丹堂？你切莫多想，只是你能感应到龙祖投影，有几分天赋，我便带你去丹堂。若有缘能拜入爷爷的门下，也不至于埋没你这样的天才。如此，好啊。莫如雪是祭天宗无涯长老的孙女，而无涯长老与关如海同是长老，或许知道二人的去处，倒也算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至于你喜欢我的事，等你也能炼制出9龙神丹再说。什么？本座何时说过？哎呦，古前辈，你就赶紧跟上吧，一些细节嘛，就不要在意了。是啊，我们快一起去丹堂吧！这古前辈还真是厉害啊！莫如雪一向冰冷高傲，刚才竟看不出一丝生气，莫非他还真看上了他？你是第一次来丹堂，接下来要跟紧我。这丹峰乃祭天宗的宗门重地，除丹峰弟子外，其他峰的弟子若擅闯，会受到护宗大阵的攻击。这丹峰似乎漫山遍野都是药材，而每一块药体似乎都有天道力融成的道业浇灌。丹堂就在前面了。见过莫师姐。见过莫师姐。不必多礼。狗血师妹，你怎么随便把一些外人带到这里？师兄，他们2个是……他们是谁并不重要，
师尊他老人家现在正在专心研究丹道，不能受到任何打扰。不管有什么事，也等师尊有空再召见吧。顾前辈啊，这是无涯长老近名弟子中的大弟子洛成，因为天赋有限，一直没机会成为亲传弟子。别看他看着年轻，实则已100岁，一直暗恋莫如雪，不过早就不是秘密了。哦，此人身上的气质，倒不像是外门弟子。他和如雪师妹是什么关系？你就是小洛吧？这洛成真是个蠢货，居然敢用这种眼神看这个活祖宗。要是惹恼了他，可不好收拾。还是我出面吧。混账！叫我什么？师兄，不得无礼。他是爷爷才收的亲传弟子。才收的亲传弟子？他就是那个炼制出九龙神丹的弟子。小莫，我们快去见师尊吧。你，爷爷，师尊，这便是丹堂吗？此处花草的天道力量，果真比本座所见过的任何一处都要强盛。青虎，是你呀！来，快过来，我正好有一些问题要问你。这丹顶上的气息虽然比之前淡多了，但我能感受到火中蕴含着一股特别浓郁的天道力。对了，你当初温鼎的时候究竟是如何演化的？这，我虽然目睹了炼丹的过程，但此等神奇且高深的功法，我要如何说呀？无涯长老可是在问温鼎之事？胡师兄当时已将其中奥妙传于我，不若我来替胡师兄讲解一二。对，顾前辈，你是什么人？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如雪，你怎么什么人都往我这里带？爷爷，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能感悟龙祖投影的丹道天才。您不是不信吗？这下人可就站在这儿了。哦，就是你，竟真有此人，还是一个黄毛小子。如雪那丫头当真把人带来了，那且让你试一试。本座要召唤龙子投影，何须如此？不过未免下了，暂请做做样子。这是龙族投影，这果真是龙族投影！快跪下，不得对龙族无礼！是。本座尚且还只是让那家伙以淡影现身，这阵仗至于如此之大？你竟如此轻而易举的就唤出了龙族投影，这便是感悟入体呀！这很难吗？很难吗？你要知道，在出现九龙神丹的地方，哪怕能感悟到龙族投影一丝的力量，已是天大的机缘。而像你这般年轻就能召唤出完整的龙族投影，更是可遇不可求啊！爷爷，几万年了，自无上神界丹道第一的丹神龙族陨落后，至今未有人能领悟到龙族投影的奥妙。就连青虎炼制出神丹，也不过是机缘巧合。而你方才却如此轻松，便唤出了龙族投影。爷爷，你的意思是愿意收古玄尘为徒了？不，爷爷，你再考虑考虑吧。我莫无涯何德何能，可以收你这样的天才为徒？此后你若不介意，我们便以平辈论交。爷爷。对了。你们3人即可随我来。爷爷，此处可是你的炼丹禁区，连宗主都不曾进入过，你这是？随我来便是了。哎呦，此处就是无涯长老的炼丹空间。这些奇花奇草，强盛的天道之力，怕是祭天宗内除丹峰以外的各峰加起来都不及啊！从今天起，你们就待在此处修炼。
短时间内不必出去了。是，早就听说乌鸦长老有一处炼丹禁地，是整个祭天宗里天道力最为丰沛的地方，如此可赚了呀！古玄尘，此处可是绝佳的修炼宝地，你还不快谢谢爷爷？无需，此处虽急助于修炼，但大仇未报，本座岂可长久留在此处？古玄尘自不必留，如雪，我说的是你和青虎。什么？你们二人虽一个是我孙女，一个是我亲传弟子，不是我信不过你们，只是龙族投影领悟入体是大事，若有泄露，甚至会给祭天宗都招来灭宗之祸。所以100年内，你们就在此修炼吧。什么？100年！完了，还以为赚了，居然要在此禁锢100年呢！爷爷，可是我……行了，以大局为重，不必再说了。更何况在整个祭天宗里，没有哪处能比得上我这里。当初关氏父子想在我这儿修炼，我可也没同意。祭天三子，关山月，没错。就因为这，关如海那老头子至今和我不太过得去。哼，他们如此不和，想来这乌鸦长老也不知道关山月父子的秘密闭关所在了。至于你，古玄尘，我既发现了你的天赋，便不能让你就此埋没。此后，这丹峰各处你都可随意出入，藏书可自由阅览。若还有什么需求，亦可随时来找我。好了，老夫要去闭门参悟方才的温鼎之术，你便自便吧。自龙族陨落，丹道一途日渐势弱。如今我们丹道是应该出现一个镇压无上神界的大人物了。他总是这样自说自话，然后就拍屁股走人吗？偶尔吧。啊，对了，古玄尘，如今因为你，我须得在这空间中100年，不能出去。这是你爷爷的决定，并非本座所愿。你想如何？那就再让我看看你的能耐。此为何物？御灵心法。这心法乃是我母亲家传之物，但长久以来我一直参悟不透彻。古玄尘，你既天赋极佳，可有何感悟？这心法是因为身处这草药灵气充足的炼丹空间之中吗？沟通这心法的瞬间，本座竟有种从未如此耳清目明的感受。这心法似乎也在主动感应本座。我的御灵心法竟然在主动感应古玄尘。好，那就来试试看吧。这些药草竟全部都升阶了。仅仅只是如此吗？竟然全部升到了最高阶。祭天宗内，药草根据本身的灵力功效分为1至6阶不等，其中宗门内随处可见的药草大多为1、2阶级，丹峰所有的药草则基本都在3阶以上。爷爷这炼丹空间里，这些本就已经是4至6阶的高阶药草，竟在古玄尘对御灵心法的领悟之下，全部升阶成了6阶极品药草。此人究竟是什么来头？哎呦，这100年可得怎么熬过去呀？古玄尘，你能对龙祖投影感悟入体，又能将我这家传的心法瞬间领悟至极致，这份天赋我自知比不上。爷爷曾为我和那祭天三子之一的函授定下亲事，但我一心只想苦修丹道，又看不上此人为人。不过现在我决定了，在此处100年倒是好事。如此一来，我也可放手一搏，无需再愁是否嫁人，嫁于何人。说得好，我也陪你一道修炼。你二人天赋尚可，他日必能登顶。先静下心来，在此修炼吧。本座就先行一步。许久不炼丹，略为生疏了，不知这九龙神丹如何？炼成了。先前本座就炼制过九龙神丹，只是不知现下这颗会是何品级。我如来看看，武文的九龙神丹。
在无涯长老的炼丹空间内所得的感悟，再加上6阶的炼丹药材，果真是事半功倍。如今这星辰天机图内已经满是6阶药草，如此，即便日后本座离开此处，倒也不愁药草了。喂，你叫古玄尘？何事？是今日入丹峰师拦路的那个人。这不就是今日靠着师妹进来的那个小白脸？方才便打听了，此人根本没有什么背景，仅仅见了师尊一面，师尊竟给他安排了这丹峰内最好的住处。等等，如此浓郁的草药的天道之力气息，师尊平日里从炼丹空间里出来便是如此。你进入过师尊的炼丹空间了？是又如何？我兢兢业业这么多年，尚且都还没有资格进入，这个小白脸竟然第一次来就能进出，师尊未免也太偏心了。不行，我得先给他个下马威，免得这小子日后爬到我头上。我身为师尊的大弟子，前来教导教导新人，毕竟这些由我主管的丹峰药材可都珍贵的很，你若是毛毛躁躁伤了他们，可担待不起。拿捏你还不简单？4阶药草石雨花，可惜培植不力，入药最多也只能发挥3阶的功效，这就是你管的药材？你说什么？若无他事，就别挡着本座的路。喂，臭小子，你区区一个外门弟子，又岂会懂我这丹峰药草的培育之力？如此口出狂言，我看你连种都种不出来吧。若本座做得到如何？若你能种出来，我便自行废去这一身修为；但你若输了，就给我自断双脚双手，滚出祭天宗，永世不得踏入宗门一步。你敢吗？有何不敢？好，跟我来。这小白脸，竟然敢靠脸勾引师妹，又不知给师尊灌了什么迷魂汤，如此嚣张，今日我非要好好教训你。古玄尘是吧？洛师兄都说了，反正你只需要浇灌这片无人打理的药田，长出药草即可。别说我们欺负新人，若有什么不懂的，你现在最好问清楚。又是一个得罪洛师兄的，他每次要整人就带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不对劲，若只是一块空药田，至少会有些野草，而此处却寸草不生，怕是并非无人打理如此简单吧？好了，要是没什么问题，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忙。等你顺利完成任务，我们自会通知洛师兄。这片药田早已动过手脚，可长不出什么药草。嘿，谁让他惹到了不该惹的人，就自认倒霉吧。原来这土浸润了瘴气，难怪雕虫小技。什么东西？那里是什么情况？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过去！若这小子真做了什么，破坏了宗门建设，我们也难逃重责。好。好强的天道之力！古玄尘，你做了什么？还不快出来！不行，我们还是赶紧通知洛师兄吧。急急忙忙的。洛师兄，你让我刁难古玄尘，但这古玄尘不知做了什么。如今药田这里出现异象，我们无法进去探查原因。刁难古玄尘？我何时让你们刁难他了？大家都是同宗兄弟，你们怎么能有这样的心思？洛师兄，洛师兄，你就帮我们想想办法吧。这样吧，那我就好心提醒你们一下，毕竟这是古玄尘自作主张在先，要是他受到什么不明原因的反噬身亡，死无对证了，也就与你们无关了。看来师兄是想让我们直接灭口了。如何？你们可明白了？明白了，师兄尽可放心，我们必会好好照顾古师弟的。哈哈哈哈！好，那等古玄尘现身，我们就动手吧。到时候就给他按个破坏药田的罪名。喂，你看那边，什么？他竟然真的种出了药草！看这品级，简直不输师尊丹堂内的那些啊！这小子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这么快就回来了？
看来你们已经做好觉悟了。那我们现在要跟洛师兄传消息吗？蠢货！看这情况，这古玄尘是赢定了。洛师兄要是真的履行约定，废去一身修为，你以为我们会好过吗？那可怎么办？他不但没有毁坏药田，还种出了这么多珍奇的药草，我们还有什么借口杀他？哼，谁说没有？再不就是破坏了！好啊，古玄尘，你竟敢破坏药田！哼，个外门弟子，一定是偷了什么法器，才能种出这么多灵药来。既如此，倒不若直接收拾了他，那宝贝可就归我所有了。看来你这是要做贼的喊抓贼了。哈哈，要怪就怪你自己倒霉，惹了不该惹的人。如此不识好歹，本座是成全你。啊！好强的杀阵！这古玄尘怎么可能只是外门弟子啊？求求你，不要杀我！本座可以不杀你。那姓骆的在哪里？根据方才传讯府上的景来看，骆师兄应当是在西南方向的峡谷之中修炼。你答应不杀我的，对吧？是啊。啊，那就好，那就好。不过本座可没说不打你。姓古的那小子跟我斗，怕是现在早就成了那片药田的肥料了吧？反正要是师尊问起来，便说这古玄尘非不听劝，触发了药田的禁制而死了。看来你在此很是得意。什么人？来废你修为的人。玄尘，你居然没死！想要本座的命，你怕是还不够格。到底是谁？你不是祭天宗的外门弟子？此人是没有资格知道的。灵力滋味不错，就是太少了些，不够用啊。结束了？怎么又死了一个？这是在祭天宗，不是在外面。你偷用那些禁术，也该有些节制。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外门小弟子，照常悄悄处理了便是。师兄，你未免也太过紧张了吧？如今宗门大比在即，若不尽早用这欢喜功采阴补阳，加快修炼，我又如何快速提升境界？那你提升的如何了？许久没有长进了，还不是这些外门弟子太弱，经不住我这财帛。才几次就断了气，哼！时间迫在眉睫，看来我得找一个修为尚可且不超越过我的女人了。你想怎么做？这事嘛，还需劳烦师兄你帮我一把。枉我多年来如此信任洛城，没想到他因妒忌你，竟然串通王海、赵布二人，想杀人灭口。这一切都是他们咎由自取，也终归是我管教不严。不过幸好你没事。不过是些小伎俩，还伤不了我。师尊，丹峰外有访客拜见。何人？祭天三子韩寿。是他，让他进来吧。哎，想来韩寿又是为了和如雪的亲事而来。亲事？倒是记得。莫如雪曾提及和这韩寿的亲事，不过他并不情愿的样子。当年我为了炼丹走火入魔，命在旦夕，幸得当时我的大弟子韩天，也就是韩寿的父亲，渡了半身修为给我，才最终化险为夷。可也因韩天少了半身修为，再加上他本就难以消解我走火入魔力量的反噬，不久之后，他便留下已经怀孕的妻子，撒手人寰。
而我因心里愧疚，便许诺我的孙辈若得男，则与他的孩子结拜兄弟；若得女，待及长大，便嫁与他韩家为妻。原本我打算将韩寿带在身边，教导炼丹之法，也好亲自培养他的心性。只不过他在炼丹上没什么天赋，更无心思，便也由着他跟着那楚青海、关山月混去了。对这桩婚约，如雪一直颇有怨言，我是不是做错了？罢了，这也不过是我这老头子的一些感慨之言罢了。顾玄尘，你先回去吧。好。无涯长老，嘿嘿，弟子昨日刚同青海师兄回来，尚未来得及前来看看您和如雪师妹。过来吧，不必如此客气。此人的气息似乎有些古怪。似乎不见如雪师妹啊。如雪她正在闭关修炼，你是来谈你们的亲事的吧？这亲事当初虽是我定下的，但如今我也不能逼他强嫁。是，弟子也正是这个意思。今日弟子来就是想说，若如雪师妹实在不愿意，这亲事便取消吧。你这是？不是弟子不喜欢如雪师妹，只是这许多年也想明白了，强扭的瓜不甜。不过如今弟子还想再见如雪师妹一面，若是能亲口听她拒绝，也好彻底死了心呢。虽然如雪尚在炼丹空间内，不便见她，可她对这亲事不满已久。若这两个孩子当真能好好谈谈，有个了断，倒也是件好事。好，我这就让如雪出来见你，你们自己谈谈吧。人呢？爷爷说韩寿愿意取消亲事，怎么现在却不见人影？如雪师妹，你终于肯见我了。大胆！这里是丹堂，不容你放肆！闪功了。如雪师妹的反应未免也太过强烈了。你也说了，这是在丹堂，我在丹堂又能对你做什么呢？我既说了愿意取消这门亲事，必然不会出尔反尔。不过是想以茶代酒，同你冰释前嫌罢了。既然韩师兄能想通，那便最好。不过喝茶就不必了。不知这人又在搞什么花招，还是警惕些为好。那既无事了，我就不奉陪了。师兄请自便吧。莫如雪呀，莫如雪，如今你对我爱答不理，以后就莫要怪我无情了。我倒要看看你怎么逃出我的手掌心。本座的命脉与大家相连，如今本座已突破这一个神境，想必大家也应有所成长吧。成长的果真更快了。与大家相聚，指日可待。醒了？哼，我早就醒了，还不是因为有股腐臭的气息扰了我的好梦，不然我可还要再歇个够，才好养足精神，看你怎么找那当初伤我最重的关山月算账。腐臭的气息，何时？你想知道？你求我，我在考虑要不要告诉你。是吗？顾玄尘，你这个疯子！住手！住手啊！无妨，本座的雷电伤不到星辰天机图，至于你会不会形神俱灭，一试便知。饶了我吧！那腐臭气息是修炼采阴补阳的邪术欢喜功之人才会有的。就在半个时辰前，界内人特意用功法对活人掩住了气味，我只是一抹残魂，才会对这个气味格外敏感。半个时辰前，此人果然有鬼。那慕如雪可是乌鸦长老的孙女，不比外面那些女子，你得小心行事。
师兄，你就放心吧。宗门大比在即，我们虽和关师兄同为祭天三子，当年结拜自成一派，不入任何一堂。但关师兄的父亲毕竟是镇峰长老，闭关这么久，想必境界又高了。而这趟回来，更是连我们原本不放在眼里的外门弟子胡青虎、黄龙都成了无涯长老和宗门的亲传弟子。我若不抓紧时间修炼，同你一条心，此后在祭天宗哪还有我们的位置？切！若非看他修为颇高，经得起裁补，可助我练功事半功倍，我才懒得费这心思。届时等无涯长老发现又如何？有你这母骨在手，与他身上的那只感应，无论我对他做了什么，他可都是自愿的。哼，过了今夜，莫如雪，从此你便唯我是从了。好难受，为什么气息突然紊乱了起来？心口好痛。很难受吧？来找我呀！快来呀！快过来呀！我的脑海里怎么会出现寒兽的声音？快过来吧！我怎么控制不了自己了？奇怪啊，按照时间推算，莫如雪早就该到了，莫非是出什么岔子了？哦，来了，哼，还算听话。接下来该怎么做，你应该都清楚吧？看来是我多虑了。清楚。那就开始吧。这还拿不下你？好啊，不过在那之前，是不是还有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自然是这个。还有这个。莫如雪，你怎么会不受蛊虫的控制？寒兽，祭天宗内，你竟敢对我用阴邪之术！我要亲手杀了你！糟糕，不好，又开始了。那是血。我知道了，莫如雪，原来你并非不受蛊虫控制，而是强行用痛诀让自己清醒了。不好，我的冰针竟然被融化了！放开我！这究竟是什么？此等邪术，绝非祭天宗所有。如雪师妹啊，你这是敬酒不吃罚酒。意识好像更模糊了。原本我也不想对你这么粗暴，但既然都被你拆穿了，我也只好一次性将你的功力全都吸收了。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竟敢来坏小爷好事？原来是有只蟑螂躲在这里。是古玄尘，他怎么知道？莫如雪帮手，哼！看你是想来陪葬吧？那还得看你的本事，配不配得上你的口气。小子，有几分本事，不过你以为这样就对付得了我吗？笑话！这不是很深吗？去，给我咬死他！自寻死路。什么？竟然会被吞噬了？这怎么可能啊！不要，赶紧去找师兄。想跑？别！掌心似乎感受到一股暖流。谁在瞪我？有人？谁？不会是……别碰我！
是本座。古玄尘，原来是你！刚才出现的不是幻觉，竟真的是古玄尘。所以手上的伤，也是他替我疗愈的。失礼了。韩寿已死，但你身中蛊毒，需尽快找一处温泉，用药浴浸润肌肤，将那蛊虫逼出来。好，我马上起来。我这就去。算了，本座喜欢速战速决。什么？啊，你这是？古玄尘，我自己可以走。省些力气，否则毒素会蔓延得更快。哦，这家伙虽然看起来冷淡得很，但似乎是在关心我。我好了。好了，现在感觉如何？蛊毒解了，便不难受了。而且，我方才在按照你的解毒之法为自己解毒的时候，通过其中相生相克的药理，对玉灵心法竟顿悟了几分。触类旁通，如此看来，你也尚有几分天赋。今夜还得感谢你及时出现，我才不至于遭了那寒兽的毒手。说来，你究竟是怎么知道寒兽设计于我的？他修炼的欢喜功是一门邪术，修炼者的身体会产生阴腐气味，本座也是在因缘巧合之际察觉的。好你个古玄尘，抢我的功劳！原来如此，所以这蛊虫也是这欢喜功操控人的一种手段。欢喜功采阴补阳，修炼者体质阳盛，而蛊虫喜阴，炼制者体质阴寒，一人并不能同时修炼这二者。你的意思是，祭天宗内秘密修炼此等阴邪之术的，不止韩寿一人？只怕此人现在正气急败坏吧。可恶，韩寿那个蠢货，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自己丧命也就罢了，竟害得我损失了2条蛊虫。什么？韩寿那小子败了？原本还想待他成大事之后好好利用，如今竟被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白脸坏了好事。好小子，既然你那么有能耐，那你就代替韩寿那个蠢货，为我所用吧。你说的可当真？韩寿昨夜死于一个来历不明的外封弟子手中。正是，弟子亲眼所见。师尊，弟子已盘问过，昨夜确实有人见莫如雪深夜离开丹峰，而在那之前，他曾带着一个俊俏的外封弟子入丹峰，名为古玄尘。据说无涯长老还赏了他丹峰弟子最好的住处。虽说韩师弟和如雪师妹的亲事是无涯长老当初亲自定下的，但韩师弟思及如雪师妹一直不情愿，便特意前去允诺不会勉强她。可谁知如雪师妹竟还联合一个外封弟子暗害她，且那弟子来历不明，说不准是故意潜入祭天宗。放肆！堂堂祭天宗，请容一个狂妄小子胡作非为！可如雪师妹毕竟是无涯长老的亲孙女，而那小子似乎无涯长老也甚是看重。此事不必再说，我行风坐镇祭天宗，便是为了肃正宗门不正之风。无论什么身份，行风必当一视同仁，绝不轻放。这是我行风内的令牌，持此牌便可号召我行风弟子。楚星海，我现在命令你，随我将古玄尘和莫如雪带回行风，我要亲自审问。是，弟子遵命。你可是古玄尘古公子？何事？是莫如雪莫师姐偷偷让我来传话的。方才莫师姐一入丹堂，便遇到行风的人前来捉拿你们。行风手段很辣，古公子，你还是快离开丹峰避一避吧。这么快就找上门来，本座倒要看看是哪只老鼠在生事端。古公子，你要去哪？哼，
丹堂那边有乌鸦老头，还得这个汪老头亲自去。这古玄尘正好就交给我。看那穿着，是他。追上去，他就是古玄尘。是。怕了想逃，哼，只可惜来不及了。玄尘，你逃不掉的。奇怪，方才他明明朝这个方向来的，怎么不见了？哼，是你们在找本座。此地开阔，可打个痛快。本座都已等了好些时候，你们也太慢了吧？什么？原以为此人是有什么特殊法器在身，才杀得了韩寿。但这一剑，竟让10位行风高手都变得不堪一击。莫非他是什么高手，却掩住了修为？这龙星光剑中有我祭天宗超凡诀的道运，却比宗门内的更加变化莫测。糟糕，他的速度也太快了吧！这么下去不是办法。我再也不敢了，求你饶我一命！你以为这样，本座就会放过你吗？我知道关山月的消息。你说什么？先前胡青不是胡师叔和黄师叔询问我和韩少关于关山月父子的消息，其实是替古前辈您问的吧？这古玄尘和胡青会一同入丹峰，又如此深不可测，想来那2人突然成为亲传弟子，应和他有关。仔细一想，当时那2人关心此事也很突兀，极有可能是他在背后授意。事到如今，只能赌一把了。哦，本座确实是想知道。太好了，看来是赌对了。不过，本座凭什么信你？麻烦，看来不好糊弄。你看，这是什么？等等，顾前辈，你这是要干什么？这是你新炼制出来的子母骨吧？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母骨本座就收下了，至于你，既已服了这子骨，本座便信你几分。汪长老，你行风与我丹峰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今日这是何意？爷爷，乌鸦长老，楚青海亲眼看见韩寿死于莫如雪与你丹峰新收的外封弟子古玄尘手中，此等残害同门之事，我行风自要带人回去细细调查审问。哼！你行风18般折磨人的手段，可是轻易能去的。况且那不过是楚青海的片面之词。如雪回来时已将事情因果告知，分明是那韩寿心术不正在先，你无权带走2人。是非对错，自有行风审判。乌鸦长老，你这是执意不肯交人喽？那就莫怪我行风严酷无情了。众弟子，拿下他们！我掌管丹峰多年，整日醉心丹道，倒也许久不曾活动筋骨了。走！爷爷千万小心！别跟我不客气了！少废话！不许跟来！今日非得和这乌鸦老儿过招！乌鸦老儿，你胆敢妨碍行风拿人，这不怕宗主怪罪吗？汪天宝，你掌管行风，作为行堂堂主却一叶障目，倒不如速速退位让贤吧。你这倔老头！青云鞭，中照！乌鸦长老为了保护孙女，突然变得好强啊！师尊怕是不敌，我们要上吗？现在过去，师尊只怕是会更生气吧？汪天宝，你可认输？不服，再战！胡闹！汪长老、乌鸦长老，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参见宗主。
亚老二包庇孙女莫如雪和外门弟子古玄尘，残杀同门师兄韩寿，由楚清海为人证。哼，一派胡言！分明是那韩寿误入歧途，我错信于他，才使得他有机会对如雪使用邪术。莫如雪，古玄尘。莫如雪虽然修为不低，但韩寿是祭天三子之一，怎可能杀得了他？倒是那个古玄尘，一个外门弟子，竟能动得了韩寿。你们说的古玄尘在哪儿？就在此地。这是，此地名为迷雾森林，因终年雾气缭绕而得名。而在这林中有一石室，为历代入林修炼者修炼之地。关氏父子此刻便在那石室之内。古公子，这是我无意间偷听到他们的谈话才得知的，绝无半句虚言。你可否啰嗦？本座去看了便知。古玄尘、关氏父子在这儿，我可没骗你。只不过，你以为此处叫迷雾森林，真的只是因为终年雾气缭绕吗？若你有命能经得住这雾气的淬炼，确实是大有裨益。只可惜这毒物有致幻之效，入林者若无防备，极易走火入魔而死。我与他们交过手，祭天三子之中，楚清海最是狡诈，这林子怕是有问题。古玄尘，你警醒着些。这声音是……好重的力气，且本座方才入林之际，竟丝毫未察觉到这出生的气息。就凭你也敢偷袭本座，怕是活得不耐烦了。果然不堪一击。等等，将我劈成2半，重新长成了2只。这倒是比本座意料的有趣多了。我果然是白替这家伙担心了。你说的可当真？宗主在此，可由不得你胡言乱语。弟子不敢。古前辈确非宗门内之人，而当初出现的龙族投影和黄龙能剑斩瀑布30段的无影剑诀，也确实皆与古前辈有关。这下连宗主都知道古前辈了，彻底瞒不住了。这个古玄尘竟能剑斩瀑布于100段，生品公爵，还能炼制出9龙神丹，不可思议，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宗主，弟子在楚清海房中发现了此物。这竟是阴阳子母骨。看来这便是楚清海所修炼的邪门歪道。王天宝，你还有什么话想说？报！宗主，古玄尘和楚清海都不见了。什么？都不见了？也是我疏忽了，连古玄尘非本宗门弟子也是今天才知道，他究竟会去哪儿？关于古玄尘，你还知道些什么？若有瞒报，一律按宗规处置。好似已经没有。哎，对了，古前辈曾询问起那祭天三子关山月的消息。关山月？这些畜生，无论用何种手段斩杀，竟都会瞬间分裂出另一只，且毫发无伤。这世上当真有此等妖物，还是本座想错了方向？先前这雾气有这么浓吗？现下想来，似乎是在第一只夜兽分裂成2只的时候，这些诡异的雾气便开始变得更浓了。夜兽、雾气，莫非这2者之间？哼，原来是这样。这游戏也是时候结束了。不过尔尔，当真无趣。那气息是关山月。当初3人之中，便是他伤我最重。哈哈哈哈哈！
我感觉自己现在浑身都充满了力量。只要我再稍加修炼，待功成圆满，这次大比一定不是问题。果然是你啊！是谁？本座终于找到你了。什么？究竟是谁？大胆！何人竟敢偷袭我祭天三子？怎的？许久不见，竟也忘了本座吗？是你，下界蝼蚁，竟真的上了无上神界，进了我祭天宗。好，好啊！哈哈哈哈哈！我还正愁不知去何处找你，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了，这次就叫你彻底灰飞烟灭。顾玄尘，小心他的符印！又想故技重施吗？啊！我的眼睛！关山月，你在圣域无端暗算本座在先，本座的朋友因你而死在后，这一笔笔账，今日你便用命来还吧！超凡诀，竟还是龙系的剑光，他怎么会？何人如此嚣张？爹，就是他，那个之前伤了我的下界人，如今还害得我瞎了一只眼睛。此人便是我曾跟你提起过的关山月的父亲关如海，你要小心了，他可不好对付。你要小心了，他可不好对付。是你，区区下界之人，竟能承受住天雷，上了无上神界，进入了祭天宗，还几次三番重伤月儿，不容小觑啊！圣域之事是犬子狂妄，但如今你擅闯祭天宗，一伤他一眼，是不是也该适可而止了？爹，不能就这么放过他！适可而止？如若本座不允呢？老夫也只能多有得罪了。吴公子，且慢！顾玄尘，住手！吴公子，胡青虎已经将事情都交代清楚了，你且听我一言。是啊，顾玄尘，你先冷静冷静。让开！这关山月的命，本座非要不可。你就是古玄尘吧？倒不如先听我一言。这小子年纪轻轻，周身爆发的天道力竟如此强盛，果真深不可测呀！这就是祭天宗的宗主姬长风，你这是何意？胡青虎私犯祭天宗弟子名额，又和黄龙双双瞒报你的身份，行风已经将他们带走，接受处罚。你只是一个宗门外人，莫如雪却将你带入了丹峰。无涯长老也未查证你的身份，他们自然也难逃其责。原来你是想威胁本座，既如此，那本座也不介意倒了你这祭天宗。这小子的力量竟恐怖如斯！谁敢拦着本座？爷爷，还不快让开！吴公子，老夫天赋不佳，无缘收你为徒，但甚是欣赏你的丹道才能，更是不想与你为敌呀！你，古玄尘，我并非威胁你，只是无论你和关山月有何恩怨，祭天宗始终有祭天宗的规矩。关山月若当真在圣域犯错，祸及无辜，我祭天宗自会处置。又或者，你也一同参加宗门大比。宗门大比，本座倒是记得，黄龙曾经说起祭天宗的宗门大比。宗门大比是祭天宗内最为盛大的宗门比试，比试场地便在那宗门最高塔玄灵塔之内。由每峰各派出10名弟子进入玄灵塔，经受塔内各层的考验，而通关最多层的弟子，便可获得宝贵的地阶公诀一册。这宗门大比既是考验魔力，也是祭天宗衡量弟子实力的重要标准。
古玄尘，你本是闯入我祭天宗的外人，但念在事出有因，如此，你若能通过玄灵塔的第7层，不仅无涯长老和莫如雪的疏忽，我既往不咎。到那时，你和关山月，无论谁生谁死，我也绝不干涉。但你若失败了，你们的事情便由我祭天宗处置。你二人可愿意？既然宗主都开口了，月儿自当愿意。爹，你怎么？古玄尘，你意下如何？就凭你的实力，还妄想处置本座，真的是笑话！本座要报仇，便是遇神杀神，遇佛杀佛，还会怕你一个区祭天宗的宗主不成？不过这玄灵塔第7层，我古玄尘倒也不介意去玩上一玩。幸好，关山月，本座让你死个明白，在接下来苟延残喘的日子里，你就好好感受死亡来临前的绝望和恐惧吧。好可怕！爹，那小子不知怎的功力大涨，若他真的通过了第7层，出来杀了我怎么办？爹，你怎么了？没什么，我方才若不应允下来，那古玄尘岂可罢休？宗主那边又如何交代？幸好宗主及时出现了，方才全力护住月儿的那一击，今天我也有几分吃力。行了，放心吧，那古玄尘绝对通不过第7层。我看宗主此举是想不费一兵一卒探一探这古玄尘的实力。哼，真是只老狐狸。当真？不过，无论古玄尘能不能通过，等他出塔，怕是也不好对付啊。想出塔，那还得看他有没有那条命。哼，无上神界之中有此等造诣的年轻人，即便他与月儿无仇，那也断然留不得。哼，古玄尘这个蠢货，这子母蛊是我炼制而成的，难道我会不知逼出蛊虫之法？他被我骗入了迷雾森林，算算时间，这会儿应该早就成了那些畜生的腹中之物了吧？啊，刚刚那是什么？怎么突然亮了一下？我好像还有点疼。差点忘了还有这只老鼠没解决。这玄灵塔每层皆险象丛生，尽量坚持即可。至于第7层，还是不要硬撑。宗主既承诺会秉公处理，自然不会偏袒关山月。为确保弟子安全，宗门会发放灵符。若是有人扛不住考验，自愿退出比试，便可通过符纸传讯。此等无用之物，大可不必。喂，古玄尘你，这人谁啊？竟然连保命的灵符都不要？没见过啊。玄灵塔，本座倒是要看看你这考验能有几分能耐，最好不要叫本座失望。这次宗门大比，我势在必行。就凭你，简直大言不惭！喂，师兄，等等我！众弟子皆已入塔，关。爷爷，为何你这么担心古玄尘？那第7层里究竟出现过什么？不知道，其实连宗主他自己也只到过第6层。什么？那宗主要古玄尘去第7层，这是要包庇关山月了。宗主既然承诺了古玄尘会秉公处理，这件事情自然不会偏袒。只是他毕竟是一宗之主，若有一个外人不顾规矩杀了祭天宗的弟子，难免有损祭天宗的威严。那古玄尘若要硬闯，是不是很危险？危险的
怕不只是这玄灵塔的第7层。烫脚！啊，这里怎么会是这般光景？我明明打听到玄灵塔第1层是雷电之劫，亏我还特意准备了一番。你那是被人骗了吧？我早就听师傅说过，玄灵塔内不会一成不变。我看这次准是烈日荒漠的考验。没错没错，大师兄说的有理，不愧是我们剑锋第1大师兄。他刚刚这是笑了，看起来很不屑的样子啊！喂，笑什么笑？难不成你在质疑我？这断口，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他说的似乎没错，仔细一看，这断口像是被生生截断的。对啊，这么一说，倒真是这样。你们简直胡说八道！这明显是因为荒漠里风大，日头又晒，日积月累才会如此。师兄，你们这是怎么了？难道你们不信我，反倒信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不成？奇怪，明明太阳这么大，怎么突然感觉冷飕飕的？什么东西湿哒哒的？大师兄，合力围攻！是。喂，说你呢，愣着干嘛？你在那躲什么情景？怎么会这样？难道连第1层都过不了吗？不行，我要死，我要领父母命！真是聒噪，对付你这蠢货，只会脏了本座的青龙镜。发生什么了？有人来救我们了！可我还没来得及用灵符啊！这结束了？这家伙是魔鬼吗？看，太好了，师兄他过了第1层了。快看，爷爷，古玄尘他已经过了第3层了。咦，爷爷，这……哇，那不是关山月吗？不愧是祭天三子啊，他竟然已经在第4层了！天哪，徒手捏碎4层妖兽的脑壳，原来他的修为这么逆天吗？哎，灵球怎么了？哎，怎么瞧不见玄灵塔里的情况了？就是呀，我正看到精彩的地方呢。为什么我突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古玄尘，我这只眼睛还得向你讨回来呢。不过，在正式开始我们的惊喜游戏之前，就先送你一份开胃小菜吧！哈哈哈哈哈哈！本座才松了松筋骨，怎么，你们这就怕了？但可惜，本座还没打够。来呀，还不快给本座继续！哦，这玄灵塔第5层竟是一家客栈。你说你斩杀完那些妖兽，还在那浪费什么时间？还不如早早来这里，完事儿也好歇上一歇。第4层的妖兽偏偏都来追杀本座，若不是本座发现了些蛛丝马迹，又怎知是背后有只蛀虫，嫌活得太久了。追杀你，也不知道是谁在追杀谁啊！
这家客栈看着倒是并无反常之处，难不成和第4层一样，并无妖兽？你们也没遇到妖兽，我们也是。还有我们也没遇到，莫不是出现什么意外了吧？你们当真以为那第4层没有妖兽吗？要不是我们配合薛武大师兄替你们扫除了障碍，你们哪能像现在这样毫发无损地通过第4层？师兄，请坐。是你们行风解决的妖兽？我们也没看见，凭什么说是你们啊？就是啊，你们先前可曾听说玄灵塔中妖兽突然消失的情况？或者宗门大比有出过意外的先例吗？没错，确实都不曾听说过。这倒是没有。既然如此，若非有人替你们提前斩杀了那些妖兽，还能如何解释？况且我这师兄可已然是养神境后期，除了祭天三子关山月，在座的你们有谁的修为比我们大师兄更高吗？师兄，喝水。原来是养神境后期，这里还真没有人更高。是啊，那这么说，那第4层的妖兽，当真便是他斩杀的了？如此看来，似乎也只有这个解释了。千师弟，不过是一桩小事，不是让你低调些吗？是，师兄说的是，师弟不该多嘴。只是如今这第5层丝毫没有妖兽痕迹，又群龙无首，师弟也想请师兄拿个主意。在下剑锋弟子韩明，兄台能斩杀那些妖兽，自然不凡。方才那位小兄说的也有理，不知兄台有何高见？是啊，这究竟是什么情况？既然大家都开口了，那薛某我就勉为其难。妖兽来了，速速为阵！瞧瞧这是什么阵仗！顾玄尘，你好大的气派啊！喂，你小子不会好好开门吗？我还以为是妖兽。本座不过是进个门罢了，倒也值得让你如此草木皆兵。你好嚣张的小子，你疯的？什么哪疯啊？你看他穿的，分明就是新进来的外门弟子，怕是混进来的吧？不过话糙理不糙啊，秦风方才似乎是太过一惊一乍了。这小子竟害得我这么丢脸。罢了，先忍着，若是现在发作，只会显得我心眼小。好了，大家都是同宗弟子，何必剑拔弩张的？哼，先不与他计较，他越是不识抬举，我就越是大度，才好利用这群蠢货。反正不过是个外门弟子而已，在此处，我有的是机会折腾的。师兄不仅实力超群，斩杀进了玄灵塔第4层的妖兽，心胸更是宽广啊！师弟实在是汗颜。低调，低调。嘿嘿，幸好我偷用联络法器得知宗门灵球失灵，顺势利用了第4层妖兽尽数消失一事做文章，来增加了自己的威望。哦，原来都是你杀的。这祭天宗弟子当真不要脸，竟然在吹嘘那些妖兽都是自己杀的。自然是我杀的。这家伙的眼神真是让人不爽，还莫名让人心虚的很。喂，快看，这桌面上有字出现。写的什么？快看看。这上面写着要我们在今夜子时之前入庙祭祀这里的山神。莫非这第5层并非要我们斩杀妖兽，而是考验我们这些修仙弟子的敬神之心啊！难怪一进来就如此平静。方才我远远瞧见，这客栈后山的确有一座旧庙。这贡品倒也不难。看来一会儿大家各自去后山寻些野鸡、野兔之类的活物，今晚准时献上贡品就好。好，我听大师兄的。我也是。灵体无忌，朱红座椅。时间不早了，
你便同我们行风弟子一起去后山寻贡品吧。毕竟我也虚长大家几岁，若出了什么危险，也好护着你。一会儿便寻个无人的地方，好好教训他。不必了，本座喜欢独来独往。笑话！区区外门弟子再三这般目中无人，当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呵，师兄如此待你，已经这般不识抬举，那我们便替师兄好好教训你。暗示。哎呦！什么？啊？哎，我不会是看错了吧？是啊，一个外门弟子竟然轻易就震开了行风2个内门弟子。师兄，刚才我们那是没留神，才会被那个小子占了便宜。是啊，那小子如此，是打我们行风的脸呐！闭嘴，还嫌不够丢人吗？是。哼，臭小子，你等着！这人倒是有几分意思。要找的贡品你不找，倒是在这里多了。莫非你是看出了什么门道，还是打算认输？出来！哼，怎么一下就被你发现了？真是没劲呢！偷窥了本座这么久，看够了。我一来就被你发现了，何来偷窥一说？哦，是吗？哦，是吗？还有什么狡辩的话要说？本座等着。原来这家伙早就发现了。以符化蝶，窥视本座。你今日得罪了那些人，难道你就不怕？本座为何要怕？那领头的一看就是虚伪好面子，那几人被你这般折辱，他们人多势众，必定不会放过你。听说你是祭天宗外门弟子，今日你却能以1敌2教训那2个内门弟子，自然天赋奇佳的外门弟子有这能耐，加上对手一时疏忽轻敌，也并非不可能。只是一个外门弟子要做到如此，即便不用拼尽全力，也绝不会像你一样游刃有余。更何况你怕是连1/10的力量都没有用上吧？所以我想你并非什么外门弟子，而你进入玄灵塔也未必是为了什么高阶公爵吧？你知道的倒是不少。哼，不用这么盯着我，我呢对你的目的并不感兴趣，毕竟你本人，我觉得似乎更有意思啊。你倒是坦诚。只是我觉得很好奇，此时就快到了，你明明别有目的，却一直这么躺着，不去找些活物当祭品，是不想过这第5层了？这后山当真有活物？你分明就没去找，为何断言后山没有活物？方圆100里之内，一片死气。若照你这么说，那这第5层岂非无解？难不成所有人都得用灵符放弃了？灵体为祭，朱红作引，后山本无活物，但现在看来，倒是不缺了。你的意思是？事情办得怎么样了？那小子也太神出鬼没了。原本我想着做好准备，和几位师弟一起去找他算账，但是根本就找不到人。罢了，今日算他走运。这些人果然都是蠢货。对了，师兄，我们找了一大圈，不光那小子没找到，这祭司需要的野兔、野鸡什么的，后山竟连一根毛都没有。你说这第5层是不是耍我们呢？你们没找到？怎么？那听师兄这意思，是找到了？哼，自然是已经找到了。不过其他人没跟你一起来吗？他们见时限快到了，实在是找不到，便陆陆续续放弃，用灵符出塔了。哦，所以
你过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喽？是啊，嘿嘿，想来师兄有好事，必然不会忘了带上师弟我吧？毕竟那能联络外界的法器，还是我提醒师兄带上的呢。是啊，多亏了师弟你。师兄啊，那你找的活物在哪里啊？这子时可快要到了，赶紧拿出来，我们一起进去吧。急什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祭品就是你啊！师弟呀，别怪师兄心狠，谁让你倒霉呢？再说了，我们师尊汪天宝那个老头最不通情达理，犯点小错可非要对我上纲上线。说的好听些，他是刚正不阿；若说的难听，便是个泥头板，早就该退位了。不过幸好，等我拿了这次大比的第一，学会历阶功法大出风头，就不一样了。什么东西？看来我们还是来晚了。玄清灵，今日我见过，是行风那个叫薛武的。若找不到玄灵塔第5层的解法，大不了放弃出塔。可是他却以同门之命为自己铺路，还真是宗门败类，活该。不过是自取灭亡。可那段话不是说以活体祭祀即可？你倒说说，为何薛武还是失败了？谁说祭祀要用的灵体就是活体了？哦，哼，本座虽不屑这所谓的正派第一大宗祭天宗，但若这宗门内的玄灵塔的考验当真以血肉活物祭祀，岂不是打了自己的脸？仔细一想，万物皆有灵，一花见春，叶落知秋。所谓灵体，可并非只有血肉活物。而当时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野鸡、野兔这等活物，就像是意识被什么诡异力量影响，并不觉得有何不妥。那看来你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啦。若非玄灵塔本意，那自然是有见不得人的东西藏在暗处。关山月3番2次动手脚，还真当本座不知道吗？既然你迫不及待找死，那本座现在就给你个痛快！哈哈哈哈！顾玄尘，你觉悟的倒是不晚嘛！此人练的是邪术。顾玄尘，方才我已经接了你一招，那现在，哈哈，该轮到我了，去死吧！哈哈哈哈哈哈！小心这掌印！这样的雕虫小技，也敢在本座面前卖弄，不堪一击。好啊，顾玄尘，方才是我大意，才让你侥幸躲过。现在，我倒要看看你能怎么破！小子小心啊，这是禁忌之术。九龙剑光的力量竟也被禁忌之术侵蚀减弱了。哈哈哈哈！顾玄尘，你那剑气对上我这禁忌之术没用的。今日就是你的死期！这下你跑不了了吧？顾玄尘，你可有解？这禁忌之术的侵蚀之力可狡诈得很，他已经在迫近侵蚀你的天道力了。禁忌之术，邪祟之力也。他愈强则强，对抗他的力量越强，侵蚀之力便也越强。而九龙剑光的天道之力霸道，
是强攻之力，遇上此等侵蚀之力，便只能被消解压制。顾宣辰，你怎么没反应？换言之，侵蚀之力克强攻之力，那么能克侵蚀之力的是……完了完了，这家伙已经撑不住了，看来我是大仇未报，反倒又魂飞魄散了。顾宣辰，你是这世间足以容纳一切的水。哈哈哈哈！顾玄辰，用不了1刻钟，你能支撑的灵气耗尽，只能融化成一滩烂泥了。不过嘛，我现在已经等不及了。谁？其实本姑娘懒得管这些事，但很遗憾，和她比起来，你长得实在是太丑了。找死！差一点儿，这法术果真是诡异。不好，大意了！什么？不，这不可能！他竟破了这术！关山月，你的能耐就仅此而已吗？本座可还觉得不够尽兴啊！顾宣辰，他不仅没事，甚至周身的天道之力还强上了些许。没想到啊，那小子化百炼之铁为绕指之柔，竟将自身的天道之力化成了无形之水。哼，方才我不过只使了3成力，你才能趁机逃脱，这般嚣张，简直是不知死活！我没看错吧？方才明明就能将他困住，但现在他怎么一下子就承受住了我如此磅礴的侵蚀之力？